他每捕一次鱼就要挖5筐草根，众人都嘲笑那是不能吃的杂草。然而他知道这种草有一个特殊的名字，叫做醉鱼草。二虎好奇道：渊哥，你挖那种草根干嘛？村里人都说不能吃。大虎也同样带着疑问看着王渊。此时王汉山神情严厉，痛斥2个儿子：闭嘴，让你挖就挖，问那么多干嘛？记住，这是出去不能乱说，不然老子打断你们的腿。昨天王渊挖1筐草根，下午就弄那么多鱼，那些不能吃的草根肯定与捕鱼有关，谁知道这秘法以后吃穿不愁。王渊能让父子3人参与，这是天大的信任，绝不能泄密。4人正在闲聊，却见王四海来到王渊面前，嬉皮笑脸。你干什么啊？我想吃鱼。这脸皮够直接。王渊摇头：你来晚了，鱼吃完了。昨晚溜达，发现王渊家在吃鱼，王汉山家也在吃鱼。想想昨天王渊说的好处，他明白他错过了什么。只要有鱼吃，我天天给你挖草根。王渊眨眨眼睛。那你先去弄俩鸡蛋。在农村养鸡的虽不少，但鸡蛋都攒起来卖钱，弄2个鸡蛋真不容易。好嘞。王四海咬牙转身。王渊，你想用鸡蛋让四海知难而退吧，但他这人脸皮厚，可能真摸来鸡蛋。他若加入人多嘴杂，捕鱼秘法容易泄露。汉山叔，捕鱼需要鸡蛋，他若真能弄来，那就让他加入，人多力量大嘛。捕鱼秘法只是过渡，他没指望这个安身立命。王三海家响起河东狮子吼：王四海，你个吃白食的流氓，你还敢偷老娘鸡蛋？有种你别再回这个家，不然老娘打折你的狗腿。嘿嘿，鸡蛋到手了，加入王渊的捕鱼队，晚上有鱼吃了。2个鸡蛋做投名状，王四海正式入伙捕鱼小队。王汉山、二虎一组，大虎、王四海一组。王渊负责洗草根，放在石臼中捣碎。中途有村民好奇围观，不过看了一会，感觉无聊走了。忙活到下午，5人挑着10桶草根叶来到金河边，找个深水有鱼区。王渊将鸡蛋打入豆麦面中，搅成糊糊撒入河里。王汉山4人看得心疼，人都不舍得吃，却眼不眨扔进河里了，不愧是败家子啊！有鸡蛋做诱饵，本就有鱼游动的河底，鱼越来越多。大虎、二虎听王渊指挥，将草根叶全部倒入河中。不多久，随着草根叶扩散，一条条鱼翻白肚皮浮起。这就是王渊的捕鱼秘法，如此简单易学好用。快捞鱼，等麻醉劲一过，鱼又能游起来了。醉鱼草草根有毒性，量大可以麻醉鱼。大叶巢还没发现它的用处，只要量大再捣碎榨成汁，让毒性完全释放，可以麻醉一大片鱼。众人连忙捞鱼，王渊开始分鱼。汉山叔、大虎、二虎、四海，大鱼我拿去卖钱还债，小鱼分给你们。王汉山却摇头：不分，小鱼虽然不值钱，但这么多拿去卖，也能卖个2-3贯钱。你欠了40贯钱，这些大鱼都卖了，也未必够啊。二虎豪气挥手：渊哥，小鱼也拿去卖，再把昨天你送俺家的2条大鱼也拿去卖。有你这捕鱼之法，以后咱不缺鱼吃了。大虎点头同意，看向王四海。王四海讪笑：可以，不过我得拿2条小鱼回去。早上偷了嫂子2个鸡蛋，晚上不给他带点东西，牛棚他都不会让我睡了。流氓不好当啊！四海住在三海家，平日蹭饭被嫂子骂，晚上只能睡牛棚，看似潇洒，实则疾苦。没问题，剩下的鱼明天一起卖，到时钱分你们。5人回到大王庄，10桶鱼引起轰动，许多村民围上来。这么多鱼，能卖好多钱吧？王渊的祖宅，媳妇田地能保住了。我看未必，40贯钱，这些鱼卖了不一定够。你们怎么捕的？突然，大王村王氏族长王必忠，拥有280亩地的地主走过来。王渊，你弄这么多鱼，还不给每家分上1条？金河是大家的金河，你不能一个人吃独食。对，一家分1条。王渊蹙眉看向王必忠，这是族长，读书40年，连个童生都没考上。前身15岁考上童生，等于狠狠打了他的老脸，一直明里暗里说前身坏话，这3年更没少被他编排。王汉山低声提醒：族长爱占便宜，给他2条小鱼打发了，别让他鼓捣大家，闹得你名声不好。捕了这么多鱼，谁单独来要2条，他绝对会给。道德绑架他，给全村人分鱼，那可不行。族长，鱼分你吃没问题，我外债40贯也分你一些，或者你家280亩地分我几十亩。老夫要你1条鱼，你要老夫背债，还要老夫几十亩地。
庶子不可谋也。鱼离开水还能活着，只因鱼头和鱼尾被麻绳绑成弓形，而且每天还要绑2次，这就是福建人发明的弓鱼术。先别走，除了吃饭还有活呢，把鱼全部绑成这样。4人惊了，鱼头尾用麻绳绑成弓形，全都活着。鱼从江河里捞出来，放几个时辰就死了。王渊这样折腾，鱼竟然没有死，反而从昨天活到今天。这是弓鱼术，把鱼头尾绑起来，鱼鳃呼吸的氧气多一些，只要有一点水，鱼就不会缺氧死亡。氧气缺氧，缺氧。4人一头雾水，又很高兴。氧气他们听不懂，但知道活鱼和死鱼那是2个价钱。王汉山大手一挥，那咱们现在绑，一会功夫的事，还吃什么饭？弓鱼术要绑2次，第一次绑住鱼尾，过了1个时辰，鱼体内脏东西排出来，再解开鱼尾，绑住鱼排泄孔，这样鱼肉会更加鲜嫩。二虎一脸崇拜，渊哥，你怎么会捕鱼秘法、弓鱼术？你懂得太多了。这还用问？王四海脸上带着看透一切的自信。王渊是考中童生的读书人，捕鱼秘法、弓鱼术自然是他从书上学的，对不对，王渊？王渊抿嘴竖起大拇指，你真是个大聪明。嘿嘿。绑好鱼，饭也好了，热乎乎的烙饼、猪油煎的鲜鱼端到了堂屋里。李诗涵依旧躲在厨房，这个时代女人吃饭不上桌。忙活一天的5人狼吞虎咽，馋了2天的王四海吃着吃着眼泪流出来，整个人抽泣颤抖。四海怎么了？渊哥，没事，我想起我爹娘了。王汉山、大虎、二虎在旁看的眼神黯然。他们临走前说想吃肉，一辈子都没好好吃过一次肉。我本以为我到死也像爹娘一样没机会好好吃一顿肉，没想到今天吃到了。村民田地不多，税负徭役重，别说吃肉吃到饱，很多村民从生到死都没真正吃过一顿饱饭。不过有了捕鱼秘法，从今天起他们命运改变了。差不多1个时辰了，我再去把鱼再绑一绑。王汉山去绑鱼，大虎默默跟着。丢人了。一抹眼泪，王四海收拾碗筷，二虎在旁帮忙。看着忙碌4人，王渊心头生出一种极不舒服感觉。这是这个时代最勤劳的一群人，却是这个时代最贫苦的一群人。他们付出了最大的努力，干了这个世界最辛苦的工作，可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做不到。4人离去，王四海回到三哥家，三嫂子拎着扫把：“你个吃白食的，偷了老娘鸡蛋还敢回来！”哼！向来在嫂子面前抬不起头的王四海扬手挺胸，丢出2条大鱼。三嫂子立刻变了脸色。四海小叔怎么这么晚回来？吃饭了没有啊？嫂子给你烙饼。不吃了，刚吃肉吃饱了。明天我要进城，以后有我王四海在家里1天，咱家永远不缺肉吃。什么？三嫂子被吓得一跳。小叔子说什么胡话呢？永远不会缺肉吃，县太爷都不一定天天能吃肉。躺在牛棚里裹着一床破被子，看着天上星光。爹娘，儿子站起来了，儿子要出息了，你们在天上好好看着，过年儿子给你们供猪头。王渊没有睡，看着漆黑屋顶发怔。李诗涵小心翼翼道：“夫君，你不开心？”有点。诗涵，你说这个天下会变得人人有饭吃，有衣穿，不会再馋肉，孩子们都有书读，老人生病都可以看，大家不再担心兵荒马乱。不会。李诗涵沉默半晌。夫君说的是天下大同，历朝历代都没有实现的。也是，这个时代的科技生产力怎么可能实现天下大同？科技？李诗涵疑惑不解。夫君，你像变了个人。哪里变了？以前对汉山叔、大虎、二虎、四海这些同族兄弟理都不理的，现在对他们是真好，眼里也没有看不起了。对刘有才那种里长，以前你也看不起，但心里却害怕他们，现在完全没看在眼里。好像书上说的，对善人善，对恶人恶，对鬼者诈。好细腻的心思。王渊怔怔道：“那变成这样你喜欢吗？”来我被窝。嘿嘿，夫君。不要叫夫君，叫老公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夫君，老公是称呼阉人的，夫君你一时体虚，找个郎中看看就好了，何必这样自嘲？老公称呼阉人的。阉人历朝历代称呼不同，官方称4人、黄门、刁当，有尊称内官、内臣、中官、中贵，还有蔑称内属、阉臣、太监、阉人、老公，打阉人也叫打老公。你怎么这么清楚？小时候有个道士路过我家，说我有凤命，父亲便将我当秀女培养，教了我宫廷礼仪。凤命？夫君别生气，那道士是骗子，我怎么可能有凤命？嫁了夫君你
只要夫君要我，奴家伺候你一辈子。翌日，王汉山赶着骡车，拉着大木桶装好鱼，5人准备出发。李诗涵拿着一个红布包塞到王渊手中。夫君，卖鱼的钱若不够，就把这个镯子当了；若是还不够，就去找我哥，他不会不管我的。将镯子揣入怀中，王渊理理少女鬓发，李诗涵俏脸浮现一抹红霞。守好门，等我回来。每卖100块钱，利息要交99，只因这是地痞强行收取的保护费，而此时地痞头目竟讲起大道理。祭庙烧香，见佛磕头，来了东市不拜地主，就想在这里卖鱼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拜地主！看着一群人架势，王渊反应过来，你们是来收保护费的。王四海低声道。王渊，没来得及告诉你，这是东市的鱼老大闹三江，手下有120号弟兄，无论谁在东市卖鱼，卖100抽99。王渊心头怒火翻涌。你们比官府抽的还多，辛辛苦苦捕鱼2天，起早贪黑拉到县城来，官府才收1成交易税，这些泼皮竟然抽没了。哼，东市卖鱼，这是洒家定下的规矩，不然鱼留下，人滚蛋。闹三江一脸霸道摆手，8个满身痞气泼皮上前，有人握拳擦掌，有人拎着木棍。王四海站出来抱拳陪笑道：威哥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抽头我们肯定会交，但眼下我这兄弟外边欠了笔巨债，抽头咱们能不能暂时先少点，等我兄弟度过这个难关，欠的抽头再补上。四海之内皆兄弟。闹三江双眼一亮，朝王四海勾了勾手指，等到他走到跟前，一巴掌抽在王四海脸上，又一脚将他踹倒。你一个泥腿子，算他妈什么东西，竟敢和洒家称兄道弟，给洒家打断他一条腿，丢出东市去。4个泼皮围着王四海便打。闹三江看着王渊冷笑：小子，你看样子还不服啊，遇到这种不肯配合的，就要狠狠打一顿立威，否则东市有反抗心思的人就会越来越多。看着四海被打，王渊又被威胁，二虎目赤欲裂，双拳捏得青筋暴起，大虎稳重，神情不见了，面冷如冰。王汉山咬了咬牙，瞪着2个儿子，仍是沉默摇头。服你妈！交保护费他可以忍，但让王四海断腿，这个忍不了。王四海是陪他来卖鱼的，又是替他说话被打，绝不能不管。谁也没想到王渊竟敢动手，砸的还是闹三江脑袋。对，大虎、二虎4目愤怒，不约而同看向王汉山。哎，去吧，老子也想吃鱼了。OK。你敢打洒家？闹三江赵薇捂着脑门惨叫，摇摇晃晃站定。给老子上，特别是那个小白脸，老子要断他5只。敢打威哥，找死！8个泼皮凶神恶煞散开，拎着木棍朝2人冲过去。王二虎在此，谁敢动我渊哥？二虎一个猴子蹲身伏地，澡堂腿刷得掀起漫天尘土。8人人仰马翻，一时惨叫连天，中招的全部躺下来，没有一个人能爬起来。练家子！有点识货的闹三江看出了点门道，立刻转身就跑。不等他跑多远，二虎一步窜上去，一脚踹在他后腰。闹三江惨叫响彻东市，突然人群一阵骚动，一个中年人远远走来，他头戴红边黑高帽，身穿蓝衣，套着红边马甲，胸前一个补字，脚踏黑布靴，腰悬牛尾刀，这便是东市巡捕，众人眼中的邢爷，真名邢三。一个巡捕在县城不算大，却是百姓惹不起的存在。县城除了县令、主簿、县尉有品级，其余便是五品衙役、巡捕、书办，这些统称为吏。这些吏虽没品级，却在吏部有备案，也是铁饭碗，父死子继。每个吏手下都有几十帮闲，协助官府完成公务。吏部给这些帮闲酬劳，全靠他们办差时自己捞取。帮闲盘剥的利益，大头还得给吏，小头帮闲们分。闹三江便是邢三的帮闲，卖鱼抽成双方是3-7开，闹三江9人分3成，邢爷1人拿7成。一看靠山来了，闹三江爬起来，一把抱住他的腿。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我老老实实来东市买鱼，这5个泥腿子竟然把我打成这样，快把他们抓去衙门！你胡说！莽撞二虎忍不住了，明明是我们来卖鱼，你却要收保护费，现在还倒打一耙诬陷人。众人看着邢三，邢三打量着王渊，你是读书人？王渊点头。可有功名？王渊摇头报出成绩。兴隆2年，院士第3。5年前，大业新帝登基，年号兴隆。2年后，前身参加院试，小县录取前20名，前身第3名中了童生。不过秀才算功名，拥有一些特权。
原来是位小相公，不快行三给你行礼了。秀才被称相公，只差一步的童生也称小相公，一脸严肃。邢三陪笑抱拳，转身一刀鞘抽在闹三江脸上。你这泼皮不知死活，竟然欺负到小相公头上了！本巡捕今天要拿你去县衙，让县老爷严惩你。邢三大义凛然，有着闹三江就走，其余泼皮乖乖跟着。闹三江不是邢三的帮闲吗？邢三怎么把他押走了？丽话如油，邢三一看欺负的是小相公，怕人家将来高中做官，倒是破家灭门，做样子撇清关系便。那少年竟是小相公，怎么干起咱商人的建业了？没听刚才说欠债了吗？王渊还有些发呆，他实在没有想到一个童生名头竟然还有点管用。五人开始卖鱼，活鱼好卖，不过1个时辰便卖了13贯760文。王四海、大虎、二虎双眼放光，哇！在大王村长到10几岁，从未见过这么多钱。王汉山蹙眉摇头，这连40贯1半都不到啊！三人立刻清醒过来，一脸紧张道：那怎么办？捕鱼来不及了，今天还债最后一天啊，只能回去借了。大虎看着王渊道：渊哥，嫂子的镯子拿去当了吧，咱们有捕鱼秘法，过几天再赎回来，就贴点利息。不用，我还有办法。你们现在去南市，把这些钱全花出去，买我要你们买的东西，然后去北市赵家铁匠铺找我。一听王渊要买的东西，四人立刻诧异起来。王四海蹙眉：汉山叔，你看王渊卖鱼的钱还不够还债，他又让我们乱买东西，还全是吃穿补品享受用的，他又开始败家了。二虎一听火了：王四海，你个没良心的家伙，渊哥帮你和大哥买断衣鞋子，你还背地里说他。王四海委屈道：我是担心他把钱花完了，怎么还债啊？对，你说渊哥为什么替我和四海哥买衣服，还是清一色的家丁样式？接上集，王渊让众人把卖鱼赚的14贯钱全部花完，买来一些制作红糖和白糖的原材料。不多久，一辆骡车来到王渊的舅舅家赵家铁匠铺。赵大锤看着四人手中东西，不由惊道：来就来了，怎么带这么多东西？王渊，你又没有发财，带这么多东西来我家干嘛？这是表妹赵清河，少女17、18岁，鹅蛋脸，马尾辫，大眼睛，水灵灵，2颗小虎牙，人看起来俏生生，十足的小家碧玉。于是我们昨天逮的大部分都卖完了，这些给你和舅舅吃的。王渊话锋一转：至于这岭州黑糖，我加工一下，卖钱还债。王渊指挥四人，大虎把铺门关上，二虎清洗漏斗，四海搅黄泥浆，汉山叔支起大锅烧火。四人十分好奇，不知王渊弄这些究竟要干什么。火一烧开，王渊倒进去3包黑糖，7七49分钟之后，终于熬成糖浆。四海，快将黄泥浆倒进了！王四海吓了一跳：小渊，真的要倒啊？这一锅糖可3斤啊，倒黄泥浆就不能吃了，可是小1贯钱啊！大虎也一脸诧异，黄泥浆倒入糖浆里掺和，这不是糟蹋好东西吗？倒，再晚糖就糊了。到时糖真废了，墨迹个啥？渊哥怎么说，咱们怎么做就是了。黄泥浆淋入糖浆中，王渊拿着木棒飞快搅动，泥浆、糖浆搅成一团。来叫5人吃饭的赵清河一见，转身跑到厨房大叫：阿爹，表哥又在败家了，他把黄泥浆倒在黑糖里了。舅舅吓了一跳：渊儿不傻，不该这么乱糟蹋东西啊，去看看。赵清河舅舅来到铺里，便见王渊端起铁锅，将混在一起的糖浆、黄泥浆倒进垫稻草的漏斗里。舅舅诧异看着，黑色糖渣从下方露出，漏斗里糖浆开始分层。不多久，上方结晶白糖，中间沙状红糖，底部黑糖渣。红糖、白糖，赵清河眼珠快飞出来。黑糖最贱100文1斤，红糖300文1斤，市面上还没有白糖。看漏斗里3色糖比例，5成白糖，3成红糖，2成黑渣。光红糖就快够黑糖成本了，白糖卖的钱就纯赚了。舅舅、王汉山、大虎、王四海惊喜诧异，不懂为何会这样。二虎直接问道：渊哥，怎么黄泥浆一浇黑糖变成红糖、白糖了？黑糖里有色素杂质，黄泥浆能吸附色素杂质，就出现了红糖、白糖。大叶制糖比较初级，南方栽种甘蔗，熬制黑砂糖。白糖制法还没人发现，黄泥浆脱色法，华夏古代制糖工艺巅峰，沿用到工业时代。他是化学博士，对这种低级工艺很清楚其中原理。色素杂质吸附，
众人听不懂，王渊捻了块白糖，都尝尝。赵清河大眼睛明亮，哇，好甜啊！黑糖、红糖甜多了。是比红糖甜。王四海一本正经附和，好似他真吃过红糖一样。糖是补品，村民吃不起，逢年过节走亲戚，村民才能吃到点糖，都是黑糖。红糖那是有钱人吃的。俺只吃过黑糖，这白糖比黑糖甜多了。二虎实事求是，倒没装大尾巴狼。白糖就是甜一些，真正要用价值还不如红糖。王渊瞥了赵清河一眼，女孩子需要补血时，最好喝红糖水。赵清河鹅蛋脸一红，狠狠剜了王渊一眼。呸，无赖！大虎、二虎、四海三个愣头青看得莫名其妙。渊哥，这法子你怎么知道的？王四海仰头自信道。还用问，肯定是王渊在书上学的。王渊竖起大拇指，王四海这么脑补，也省得他编理由了。大聪明！舅舅开口切入正题。渊儿，这白糖你准备卖多少钱一斤？王渊没有回答。传授至白糖关键点，熬糖火后，黄泥水搭配比例，何时倒入漏斗，五人操作一遍无误。王渊开始洗头、换衣、装扮，看着表哥穿绸缎长袍，腰悬香囊、白玉，头戴发簪，十足翩翩公子模样。赵清河怔了怔，不就卖个糖吗？打扮得像新郎官一样，穿这么好看，人家还会多给你一些钱吗？先进衣冠后敬人，咱若是普通百姓打扮，即便拿着白糖去糖铺卖，也会被他们拼命压低价钱。王渊眨眨眼睛，帮个忙呗，你装扮成我的丫鬟。咦，做你丫鬟？赵清河一听，双手叉腰。王渊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一对玉镯子，一对银耳环，一个银簪子。嘿嘿，成交。王渊又叫着。大虎、四海，过来洗一下脸，把新衣服换上。大虎、王四海连忙跑过来，换下满是鱼腥味的旧衣服，穿上了2套缎子家丁服，换上了新鞋子。第一次穿缎衣，王四海兴奋不已，扬手挺胸踱步，稳重。大虎也拘谨起来。都过来，我给你们讲一下，马上出去该怎么做。不多久，舅舅、汉山叔、二虎将白糖全部熬制完。50斤黑糖出25斤白糖，15斤红糖，10斤糖渣，2个紫檀匣装了20斤白糖。这个拿到东市去卖。白糖3斤，红糖5斤，留给舅舅，其他带回村里。7人分2队前往东市，来到周氏糖果铺，这是县城首富周家商铺。大虎、王四海抱着2个紫檀匣子，一见4人走入店铺，伙计笑脸相迎。这位公子有何贵干？看着伙计反应，大虎、王四海立刻明白王渊那句先进衣冠后敬人的意思。上午他们4个穿麻布去买东西，还未开口便被人驱赶。现在这伙计看他们穿着，直接满脸堆笑讨好。找你们掌柜的，让他出来。老夫周长发，不知小友尊姓大名，来此有何贵干？1斤糖能换2头牛，这明明是普通白糖，却说成是西域传来的高级水晶糖。周掌柜，这不是糖霜，而是西域传来的水晶糖。王渊白了周长发一眼，像看看乡巴佬一样。尝尝。周掌柜小心翼翼捻了点糖放入嘴里，立刻双目大亮。西域水晶糖，这糖比红糖甜很多，外形晶莹剔透。表哥现在说瞎话都不脸红了，中午还给我们说是白糖，现在却给周掌柜说是水晶糖。明明中午在铁匠铺里熬出来的，现在却说是西域传来的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好纨绔，好嚣张，好欠揍啊！嘿嘿嘿。如果有水晶糖渠道，我能成为成州最大糖商。虽然极为想要，周掌柜却面不改色。多年从商，他清楚，再想要一种货物，也不能表现急切，否则卖家会抬价。最好表现的不想要，让人求着你要，才能占大便宜。小友拿水晶糖来，周氏糖铺是否想让老夫帮忙售卖？不过现在年关已过，糖果生意很不好做。周掌柜，你想多了，我来只是询个价钱，然后还要去问胡掌柜的，等回到郡城再做打算。说完，王渊起身。既然周掌柜为难，那王某告辞了，走去胡家糖铺。赵清河小嘴微翘，表哥太能装了，现在欠人40贯钱，急着卖糖回家还债，偏偏表现出一副不想卖的样子。还有这个周掌柜，明明想要的要死，却一脸为难的模样，真是一大一小2条狐狸。
胡家也是卖糖的，若是拿下水晶糖，生意要压周家一头。周掌柜急忙拦住王渊：“哎，小兄弟，这是干嘛呀？我又没说不要，这水晶糖我出1罐1斤。”赵清河心头轻哼，白糖1罐1斤，这是他的心理价位，果然卖到了。1罐。王渊鄙夷看了周掌柜一眼，再见。王老弟，我错了，1罐半，不，2罐，2罐半。王渊理也不理，仍继续向外走。在这个朝代，白糖价格不可估量，没有上限。换个简单的来说，3块白糖能换2车新疆切糕，这老小子还不舍得出价格。周长发不由一咬牙，好了，王兄弟，我不赚钱了，就当咱们交个朋友，给你3罐1斤。赵清河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了，想赶紧让王渊答应下来。3罐，这超出他期望价格3倍。大虎、四海有点腿软，村民辛辛苦苦种地1年，还挣不到3罐钱。王渊这1斤白糖就卖3罐钱了。周掌柜这种朋友，王某高攀不起，告辞。王渊冷冷一笑，继续向前。王兄弟，这毕竟是吃的东西，3罐已经很高了。好了，老哥哥吃个亏，4罐行了吧？周长发加价，见王渊依旧不理，咬牙道：王兄弟，别再拿捏了，一口价5罐钱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就去胡家糖铺吧，看他们能出多少。王渊脚步一顿，周掌柜以为有戏。周掌柜，我本以为你是富县最有眼界的商家，但你却跟我说这番话，我真是错看你了。王老弟，我知道你还想提价，但你说1000到1万，它就是个糖，还能卖上天价不成？5罐1斤糖，县太爷都吃不起。王渊冷笑：周掌柜，谁告诉你水晶糖是吃的？哦，王老弟，糖不吃还能用来干什么？水晶糖第一次出现在大业，下一次弄来，谁知道猴年马月，就这么一点水晶糖，轮得到县太爷吃吗？3品以下大员得到这些水晶糖，没有哪一个舍得吃的。无论谁拿到了，都会拿去送给上官，谁收到水晶糖，都会记住送糖的人，因为这是以前没有的东西。我说的这么直白，周掌柜还要装糊涂吗？心思被拆穿，周长福讪笑：老哥真没装糊涂，只是一时想不到卖法。不过老弟，你这么一说，老哥被点醒了。价钱我不说了，你开吧。30罐1斤。赵清河、王四海、大虎心跳的全都要炸了。成交。周掌柜毫不犹豫答应，转身去拿钱。王渊叹气：哎，卖家不如买家精，还是卖低了。不多久，周掌柜下楼，打开一个小箱子，4个10两金元宝，20个10两银元宝，一共600贯。钱货两清，收起来。王渊看了周掌柜一眼，起身摆手：今年过年不收礼，收礼只收水晶糖。回到舅舅家，王渊开始给大家分银两。大虎、二虎、四海，你们一人50贯钱。汉山叔最辛苦拿60贯，大家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王四海磕磕巴巴，猜着王渊会给钱，给1贯2贯，最多想到5贯，结果给了这么多。四海、大虎、二虎，你们年龄都不小了，该成家立业了，回去把房子盖了，再找媒人挑个漂亮、人品好的媳妇，钱不够再给你们添。王四海双目圆睁，忽然泪流满面，直接跪在地上。王渊，以后我这条命是你的了，你让我嘎人都行。他从没想过这辈子能吃上4个菜，喝上酒，穿缎子，盖青砖瓦房，娶漂亮老婆，这些遥不及的梦想，跟王渊混了2天，全都实现了。王渊看了看天色，咱们快走，天黑前必须赶回去，不然刘有才上门讨债，诗涵一个人在家，我怕他乱来。此时要账的刘有才带着4个帮闲踹王渊家门。小娘子，你男人今天该还债了，不然就乖乖的做本老爷的奴仆。今晚本老爷要和小娘子入洞房。全村100户人家被村霸糟蹋了99户，却唯独有一家逃过一劫，并且这家的女人还极力反抗。除了夫君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碰，便是死也不屈服你这地主老柴。哼，给老子摁住他！4个帮闲围上去，我死也不让你羞辱！李诗涵咬牙一头往墙上撞去，突然10多个村民拿着棍棒冲进来，全是大王庄村民。刘有才，你想干什么？再不住手，我们不客气了。李诗涵看见有人帮衬自己，瞬间就松了口气。他认识这些人，王青山、王小山都是汉山叔的弟弟，王大海、王二海、王三海全是王四海的哥哥，其余也是王渊、五福、叔伯兄弟。刘有才一瞥村民，系好布腰带，拿出借据。本老爷来讨债，
他家男人已经把田地房产还有他老婆抵押给我了，你们这帮泥腿子来干什么？王青山硬着头皮道：王渊劝你全部trả，但我大哥陪王渊卖鱼去了，回来就能还上你的钱。哥哥昨夜去给他交代过，王渊这个人能处，白天注意着王渊家，防止刘有才来讨债乱来。对，王三海握着扁担硬撑。昨晚弟弟王四海带回2条鱼，早上去县城时也交代过，若有人去王渊家讨债，让他一定要拦着，说以后有的是鱼吃。刘有才咬牙狞笑：跟老子杀喊，信不信明年夏秋收粮时，老子踢豆14次。县衙收粮要在湖里堆出尖，用脚踢尖不倒才行，这是临尖踢斗，踢得越狠，湖装的粮食越多，堆尖的粮食也会撒出来，这些粮食又不准村民扫回去，都是收粮小利分了，但村民还要继续添粮，将尖堆出来。踢斗是收粮的里长拿捏村民的重要手段。踢斗，你个黑心烂肺的龟孙，每年收粮对你们小刘庄只踢斗2次，轮到我们大王庄就踢斗4、5次。你要敢踢斗10次，我们不交粮了，去县太爷那里告你。村民彻底被激怒了，刘有才蹙眉，踢斗10次只是吓唬村民，没想这帮泥腿子信了。突然族长王必忠走来，看着村民训斥：好了，都闹什么？不交粮，你们还想造反不成？真去县太爷那里，你以为县太爷向着你们，还是向着帮他收粮的刘里长？村民低下头，心头那股怒气被族长泄了大半。王青山硬着头皮道：我们现在也不能走，我大哥和王渊去卖鱼了，只要他们回来就能还上债。你读过书会算数吗？知道40贯钱要卖多少鱼吗？看着顶嘴家伙，王必忠一脸鄙夷。告诉你，小鱼1斤20文，大鱼1斤60文。王渊昨天捕那么多鱼，大鱼撑死200斤，小鱼撑死100斤，最多卖个14贯钱，官府抽1成，鱼霸抽9成，他还能挣个毛线？王青山脸色一僵，这样做买卖800年也挣不到钱。李诗涵开口：卖鱼钱即便不够，我有个镯子值20贯，让夫君拿去当了，他再去我哥家借点，一定可以把债还上的，我们能还债。王渊成亲时，李诗涵娘家来人，那派头，穿丝绸，骑高头大马，马车又大又漂亮。哼，你们知道典当行的规矩吗？玉只能典当5成，20贯的镯子撑死当10贯。你娘家虽有钱，但王渊去借钱门都没有，李家想让你回去，遇到这机会岂会错过？李诗涵跌倒，情况真可能像王必忠所说，哥哥宁愿多花一些钱将他赎回去，也不会愿意借钱给夫君还债。村民心头挖凉，王渊还不上债，夫妻都成了刘有才奴仆，他们里外不是人。都散了吧，王渊是还不上债的，这院子马上是刘里长的了，你们拿着棍棒在人家里像什么？王必忠摆手驱赶村民，又向刘有才轻笑颔首，作为乡绅要和里长搞好关系。还有他对王渊不满，昨天捕那么多鱼，想分2条鱼，却还不愿意给。你们族长都说了，王渊还不上债，还不给老子滚蛋！有王必忠助攻，刘有才一脸倨傲，呵斥村民：该滚的是你！夫君！李诗涵扑到王渊怀中大哭：不用怕，我回来了。王渊看向刘有才冷哼：钱我有4锭银子滚到脚下，1锭10两，4锭40两，40贯钱。李诗涵泪目相公，弄到40贯钱了，真的能还债了。村民也松了口气，同族兄弟成了别人奴仆，他们出去也会被人嘲笑。王必忠虽然很诧异，却没有再说风凉话。按照大业规矩，子时前还上债就在期限内。刘有才捡起1锭银子，眯眼递给王必忠：这不是银子，这全是签注的，这是假银子，王族长，对吧？老夫不怎么用银子，判断不出真假，刘里长你自己看吧。王必忠其实看了银子一眼，银子是真的，他看出刘有才的小心思，但自己不打算趟这趟浑水，为王渊说话，得罪刘有才，替刘有才颠倒黑白，这么多同族看着会指脊梁骨骂他。李诗涵聪慧道：姓刘的，别颠倒黑白了，银子真假你清楚，不过就是想耍赖，让相公还不上债，霸占相公的一切，我们不吃这一套，快把借据赌约交出来，否则我们去县衙告你。村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许多人借了地主的债，凑够了钱却拿不回地，原来你有钱，地主也不让你还，就是为了让你违约。刘有才丝毫不怵：天快黑了，去县衙也是明天，到了明天就是违约，那是谁还跟你去县衙？李诗涵气得说不上话，看着这个无赖，王渊却压住怒火：银子不收，你想收什么？铜钱。刘有才仰头：拿40贯铜钱来，我今天就让你还债，否则还不了债你违约，祖宅、田地、媳妇都是我的，包括你也要做我奴仆。王渊咬牙切齿：要铜钱是吧？二虎，
搬40贯铜钱进来。路过镇子时，让王汉山换了100贯铜钱，方便在村里用。大虎、二虎抬一袋子铜钱走进院子，气冲冲丢到刘有才身边。姓刘的，这是40贯铜钱，有点重，接好。1枚铜钱4克，1000枚1贯4公斤，40贯160公斤。刘有才一脸无赖样。这铜钱严重磨损，不能用了。本老爷还是不能收，你要想还债，就拿金子来。二虎忍不住了，姓刘的给银子，说假的给铜钱，说磨损了，现在又要金子，我看你是在找茬，不想让渊哥还钱，想霸占他的家产，敢这么欺负渊哥，我掐死你个龟孙！想拿金子难住我，你长得很丑，想的却很美。王渊随手往地上一丢，瞅着地上东西，村民族长王必忠瞪大了眼睛。刘有才眼珠一转，又找到了新理由。这金子有点硬，肯定掺铜了，不纯的金子我不收。欺人太甚！王渊忍无可忍，一拳砸在刘有才脸上。现在告诉我，银子是不是假的？铜钱是不是假的？金子是不是假的？不是，银子、铜钱、金子都是真的。我刚才是想霸占你家产胡说的。王渊又是2耳光。那这债现在能还了吧？能还。全村100户人家，99户加入了捕鱼队，却唯独有一家被拒之门外，这就是村里的族长，只因他阴险、奸诈又自私。这小子真是翅膀硬了，竟敢无视我这个族长的存在。不过还是年轻了，入冬河水结冰，捕鱼困难，即便有捕鱼秘法也无用，到时候饿得吃不上饭，还得回来求我的。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日子，我决定成立一个捕鱼队，每户抽1人参加。汉山叔任队长，四海、大虎、二虎3人任副队长。王汉山面色很平静，王四海却扬手挺胸，双手背后摆出来副队长的范。现在说酬劳，汉山叔每月4贯钱，大虎、二虎、四海每月3贯钱，第8级来我家帮忙的乡亲每月2贯钱，其余人每月1贯钱。月底看大家表现，除去开支赚的30%，全拿来发奖金，表现越好，发的越多。上一集拿着棍棒来帮忙的王青山、王小山、王大海、王二海、王三海、王二狗一个个激动的浑身颤抖。1月2贯钱，1年24贯，在地球上差不多年入2万4，还不知奖金有多少。这是要暴富啊！每年许多贫困村民熬不过冬天，要么饿死，要么冻死。今年冬天既不用挨饿，并且全家也都能穿上棉袄不挨冻了。二虎，把咱从县城买的红糖拿出来，跟大家分一分。这是乡亲加入团队发的第1次礼品，每人带点回去补补。这年月红糖是绝好补品，红糖有钱人吃的。村民欢天喜地分糖，王必忠也厚着脸皮领红糖。二虎坚决不给，红糖是给团队互相帮忙的自己人，不给奸诈自私的外人。庶子不可谋也。王必忠气得拂袖而去，村民哄堂大笑，没人理族长，只因族长平日见地主刘有才一副讨好嘴脸，不仅从没帮同族说过好话，甚至还落井下石。以前还不觉得什么，如今有王渊出的这次事件，让大家觉得这个族长就是一个摆设。夜幕降临，繁星满天，李诗涵痴痴看着王渊，犯着迷醉。夫君不仅靠双手挣钱还清了外债，又成立捕鱼队帮助大家致富，还成了村里的领头羊，全村人的希望。嘿嘿嘿。诗涵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王渊打开盒子，里面白玉手镯、金丝手镯、黄花白玉簪子、2个耳环、银色颈环、胭脂水粉。喜不喜欢？李诗涵美眸一颤，害羞地看着王渊。哇，谢谢夫君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就像做梦一样。成亲3年，夫君这是第1次给我买礼物。王渊无奈，小妮子真是单纯，就是送她一点礼物都会被感动哭。21世纪的地球上，你送女友老婆再多东西，他们都认为也是理所当然。昏黄油灯下，金银玉器给李诗涵衬上一层光辉，那窈窕娇躯也愈发婀娜。她轻声细语：夫君，好看吗？不好看。就有一点点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倾国倾城，我见犹怜。哎呀，我心脏受不了，快跳出来了，你摸摸看。夫君，你变坏了。喜欢吗？那咱们钻被窝睡觉去。对不起，夫君。怎么了？我亲起来了。那我给你煮红糖鸡蛋茶。嘿嘿。看着走入厨房忙碌的王渊，李诗涵心都被暖化了。夜晚2人沉浸在梦乡中，突然一道道刺耳的声音响起。夫君，有人在敲门。
睡到半夜迷迷糊糊，王渊听到李诗涵颤抖声音，起身侧耳一听，有刀子在拨门栓，不由头皮一麻。别怕，我去看看。两人没点灯，摸出棍棒往门口走去，新月之光洒入，依稀可见刀尖在门缝闪着冷光。门栓一点点被刀尖拨开，两人屏住呼吸。门一点点被推开，王渊举起棍棒，突然门外响起凄厉惨叫，有人扑通倒在地上。二虎声音炸响：哪里来的毛贼，竟敢打渊哥主业？大王庄王二虎在此，你们一起上吧！小子，你太狂了，我三人会武术，一般人弄不住。突然厉喝声响起，点子扎手，带着老三快走！三个毛贼哪里逃？王渊拉开门叫道：二虎，不要追了，天黑小心暗算。以二虎身手，若是普通人，三个轻而易举拿下，可是对方会拳脚，手里又有刀，十分危险。月光下，二虎摸着脑袋，一脸不好意思道：渊哥，不好意思，吵醒你了。我没事，你受伤了没有？没有，三个毛贼有点功夫，但还伤不了我。一个毛贼被我打了一拳，倒地吐血受了内伤；一个毛贼被我抓伤肩头，衣服给他撕下一块；另一个功夫高点，跑得快。从二虎手中接过一片碎布，王渊看了看，收起来，好奇问道：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有贼来了？昨晚俺爹说你漏付了，可能会有贼人眼红上门，让俺和大哥轮流给你守夜。王渊心头暖暖。汉山叔这人不爱说漂亮话，就爱偷偷摸摸干实事，能处。天刚亮，铺天盖地哭声传来，王四海四兄弟全都在哭，一群村民在后面看着。王渊，我的银子丢了，50两全丢了，我的老婆都没了。昨晚回家，他受到前所未有待遇，哥嫂对他是毕恭毕敬的，三嫂子还特意炒了4个菜，大哥油拿来半坛果酒，二哥也拎来一块干肉。他当了副队长，1月3贯钱，一家人围着他庆祝。后来他喝得晕乎乎，嫂子让他睡卧房，四海却认为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，坚持要睡牛棚。结果一觉醒来，50两银子丢了。你个没良心的，王渊给你那么多银子，你都不告诉我们一声，怕我们要你的是不是？让你睡卧室也不睡，怕我们偷你的是不是？现在睡在牛棚里全丢了，你这混球满意了，50两啊！王四海倒不是怕哥嫂偷，而是怕他们借呀。这笔钱是王渊给他盖大瓦房娶媳妇的。王汉山父子3人匆匆赶来，庆幸的是昨晚他们家没有遭贼。三嫂子口气不善：汉山叔，王渊，我们家都被偷了，怎么就你家没遭贼？大海、二海、三海也看向王汉山，几人也不禁怀疑，5人一起回来，两家都被偷了，就他们家没被偷。父子3人还未说话，王四海则急了：嫂子，乱说啥？汉山叔不是那种人。王渊解释道：三嫂子，二虎全家都会武术，在场的谁不知道？除非贼是傻子，不然去汉山叔家偷就是等着被揍死。三婶子反应过来，红着脸低头：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是我说话欠考虑了。王四海昨天还意气风发，今天却像被阉割的小公鸡。渊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把银子弄丢了，我不是人。银子丢了，青砖瓦房和漂亮老婆都成了泡沫，他又成了街溜子。哭什么哭？丢了就丢了，又不是赚不到了。大老爷们娘们唧唧，丢不丢人？把嘴给我闭上！王四海憋住嘴，眼泪在眼眶打转，不敢掉下来。都精神一点，银子只是被人偷走了，只要方法对了，未必不能找回来。还能找回来？昨天才漏付，夜里便招贼，肯定附近人干的。那么短时间，消息传不远，撑死20里。你经常在10里8乡溜达，知道附近20里有哪些强盗吗？知道，这个我门清。我从13岁溜达到19岁，附近几个乡太熟了。10里8乡，谁小偷小摸，谁入门强盗，谁杀人越货，我都了如指掌。有没有3人团伙，会功夫，用刀的？王四海想了想，有，15里外的郭潘庄有郭仓3兄弟，一人高的院墙，他们一下子窜上去。我还看见过一次，他父亲也是战场下来的老兵，传授他们军中嘎人刀法，属于郭潘庄的狠人。王三海连忙道：要真是他们，这钱咱们不要了，他们可都是狠人啊！不行，必须把贼揪出来，送到县衙去。只有前日做贼，哪有前日防贼道理？必须杀鸡儆猴，震慑毛贼。男人第一次去衙门，却给石狮子吃下2个金元宝，随即大喊一声：芝麻开门！只因民间流传着一句话，衙门大门朝南开，有钱无礼莫进来。一个身材高大，满脸胡须，穿着补字服中年人，腰中挎着牛尾刀，一脸的凶相，这便是旗长，专门抓盗贼的差役。赵旗长，我这哥兄弟昨晚被人偷了50两银子，想请你帮忙擒拿。那就要看袁绍你的诚意有多少了。王渊取出10两银子，拿去请兄弟们喝酒。哼，王渊，你这是在羞辱我吗？王四海被偷的可是50两，你给我出的劳务费少的可怜。要不你把旗长职位辞了，
每天起早贪黑跟我出去打工，我也给你50两。赵武想了想，收起银子，咱们细水长流。大手一挥，把人叫齐，4个弓手，8个壮丁，一行人赶到郭潘庄。嘿，你们不要过来，我们3个会武术，一般人弄不住。郭仓、暴力习惯等同造反，是要诛九族的大罪。我赵武站在这里不动，你敢来杀我吗？郭仓一怔，扭头朝院墙跑冲去，窜上2米高墙头。郭仓，你真要逃吗？你可以逃跑，但你妻儿老母娘他们全要被抓入大牢。大叶朝这些年战乱频发，偷盗事件太多，处理轻了一些，只抓首犯，不牵累家人。不过首犯要逃跑了，那就抓他家人下大狱了。墙头上郭仓顿住，脸色阴晴不定，最终跳下墙头，扔掉手中长刀，跪在地上。启长老爷，祸不及老母妻儿，郭仓认罪，愿意伏法。驼背瘦弱、满头白发的郭母跪在王渊面前磕头。老爷，求求你们放了我儿子，他偷盗全是为了我这个老婆子买药，你抓我去县衙替他坐牢吧。3人媳妇拉着一群孩子给王渊、赵武跪下磕头。王少爷，求你饶了我们当家的，他偷盗不对，但他没办法呀，婆婆生病要吃药，不得不走上这条路。郭仓3兄弟是好人啊，3年前为了给他父亲下葬，花光了所有积蓄，后来老娘又生病，卖光了田地，他们当贼也没偷过俺村谁家1粒粮食。启长老爷，王少爷，放了他们吧，3兄弟都是好人啊。你要把他们3个顶梁柱抓走，他们3家人怎么活啊？3兄弟看着各自媳妇，给老娘磕了3个响头。我对不起你和孩子了，希望你能照顾好咱老娘。王渊心脏像被人揪了一把，辛勤劳作却养活不了老母妻儿，好人也被逼得不得不做贼，这特么的什么世道？赵武掀开2人衣服，郭强背部有拳印，郭良肩头也有被抓伤痕迹，又拿出王渊给的带血碎布比对一番。郭仓、郭良、郭强，你们昨晚去王渊家敲门偷东西，郭强被二虎一拳打在后背，郭强肩头被二虎抓破衣服，现在铁证如山，你们承不承认？认罪。铁证如山，不是他们3兄弟想抵赖就能抵赖的。赵武满意点头，认罪就好。你们偷王四海的银子呢？什么银子？3兄弟一脸茫然，他们只是去偷王渊家，还未得手就被二虎给打跑了。真没偷到，老3回来还受伤了。赵武看向王渊，看来真不是他们，偷四海银子的是其他贼。袁绍，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郭仓，谁告诉你们我家有银子的？贼都有眼线，偷盗之前眼线都踩过点，毕竟胡乱偷会落空的。一行有一行的规矩，我们这行不能出卖眼线。赵武一时眼色，也不顾及村民在场，弓手壮丁围上3人便打。不一刻，3兄弟满脸是血，但谁也没有松口。王渊蹙眉，够了，住手！王少，这是硬骨头，咱们是问不出来的，要去县衙给上大刑，不然他是不会交代的。不用，我来问。我们不会出卖眼线，别白费力气了。王渊看着3兄弟，你们不敢说出眼线，是怕你们3个被关入大牢，眼线背后的人找你们老母妻儿麻烦吧？郭仓、郭良、郭强沉默了，因为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3兄弟若是全进去了，你们老母妻儿又该怎么活？你这么有原则维护他们，他们会给你们安家费吗？3兄弟一愣，眼泪不自觉流出来，一脸的绝望。家里地没了，老母常年有病，光靠媳妇挖野菜纺布，连糊口都不够，更别提替老娘看病了。只怕要不了1个月，3个家就要过不下去，卖儿卖女了。至于眼线，也是穷哈哈，即便有钱，又怎会给他们安家费？王少爷，求求你了，我们又没偷盗，求你饶了我们吧，不然这3个家就散了。郭母和3人媳妇也着急了，你们3个快说呀，等着王少爷把你们都抓进去吗？老大郭仓低头道，刘有才手下的帮闲刘七告诉我们的。王渊取出10两银子放在郭仓手中，带你3弟去找个郎中看看，若日子过不下去，就去大王庄找我。今天的事情过去了。郭家3兄弟此时呆若木鸡，不仅不追究他们的偷盗行为，却还给银子治伤。3兄弟真懵了，郭母也感动得痛哭流涕。你们3个混球，为什么去偷这样的好人了？这是菩萨转世一样的善人。几人离开郭家庄，赵武眯着眼道，刘七是刘有才的狗，你昨天把刘有才打成那的熊样，夜里刘七便通知郭仓3兄弟，又结合其他盗贼盗取四海的50两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刘有才指使。大虎、二虎、四海心头一颤，3人才反应过来，王渊今天找赵武真正目的，竟然是扳倒刘有才。齐长大人断案如神，既然你已发现了幕后黑手，那咱们就去拿人吧。别扯这些没用的，我拿你10两银子，
只是帮你抓小毛贼的，不是帮你扳倒一个里长，这是办不成。哎，现在铁证如山，还有什么办不成的？王大少误会了，我们同属衙门的人，他是我的挚爱亲朋，如同手足兄弟，抓他得加钱。王渊一出手又是40两。我赵武铁面无私，秉公执法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，出发抓贼人。赵武，你个龟孙，同属县衙差役，你帮外人对付老子，收了这败家子多少钱？哼，刘有才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我赵武秉公执法，从不收取黑钱。倒是你身为里长，指使盗匪入室盗窃，按罪当次子充军，上枷锁。刘有才咆哮着，等枷锁真被戴上，看向赵武咬牙。赵武，咱们同聊一场，你真要做这么绝吗？我出10两银子请大家喝酒，不要押我去县衙。你当我赵武什么人？10两银子就可以收买？我赵武铁面无私，岂会徇私枉法？你个吝啬鬼，都被铐上才给10两，打发要饭的呢？结婚3年，妻子仍是处女，只因男人晚上从不钻被窝，而是在院子里强身健体。只见扎马步的男人膝盖弯曲，脚趾抓地，脚心悬空，并且抬头挺胸收腹提臀，耳朵上提，下巴内收，双手向上抓。殊不知这么简单的动作，男人最多也只能坚持3分钟，体力还是跟不上。夫君辛苦你了，今天回娘家，哥哥要说你什么，千万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原来妻子父亲是位进士，大哥二哥举人，3弟秀才，学业远超夫君，加上夫君败家，杨家人看不上他。每次带夫君回老宅，二哥都冷着脸，冷言冷语讥讽，弄得夫君每次回来都打骂他，发泄心头怒气。最近一段日子，夫君虽然变好了，不像以前那样对他，他怕回了娘家，夫君受刺激后又恢复原来模样。但哥哥捎信来，嫂子病了想见他，不得不回去看他。原来几天前，王渊穿越而来，占据了这个败家子的身体。看着眼前贤惠的妻子，王渊替前身道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以前是我太混蛋了，不该那样子对你。不，夫君永远没错，没有以前的苦，哪有现在的甜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好多时候我怕是一场梦，醒了什么都没有了。次日李府，2个家丁手中拎着木棒，怒视王渊。一位少妇也怒视王渊。妹妹，他都把你写在借据上抵押给别人了，这种无情无义的男人，你还为他说话？王渊感觉不对劲，县城距离大王庄那么远，这是怎么传到了李府？李诗涵连忙解释，嫂子，那是权宜之计，夫君已经解决了，我什么事也没有，都过去了。都这样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，真不知他哪里好。白了王渊一眼，少妇拉着李诗涵回府。走，嫂子有些话对你说，他有你哥哥招待。李诗涵不放心回头，去吧。王渊进过去一个包袱，这是昨天准备来李府带的礼物：2斤白糖、10块香皂、30根蜡烛、1副砚台、1根橡笔、1块松墨、1刀宣纸，价值上百贯。成亲3年，李家虽不认前身，但为了让李诗涵过好，也没少给王渊贴补生活费。3年下来有300贯。婚姻要想幸福，不是单单2人的事，更牵扯2个家庭。岳父，3个舅子必须拿下。一瞥包袱，少妇轻哼，还让你带礼物回来，是不是又打算让你回来要钱？嫂子，夫君现在能挣钱了，我们家现在不缺钱了。他能挣钱，他凭什么挣钱？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学问连个秀才都考不上，又不懂经商门道。嫂子，夫君真能挣钱了，他在我们庄里成立了捕鱼队，一天能挣好多钱呢。捕鱼能挣几个钱？再说了，那是下等人做的。诗涵，你是李家小姐，父亲在朝中有父喜之事，你完全可以再嫁入大户人家。嫂子，好女不二嫁，我已经嫁给夫君了，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少妇眨眨眼睛，刘家的那个刘建业，你还记得吗？父亲打当初落难，刘家对我们弃之不管，你怎么又提起刘家的人了？至于那个刘建业，他那人性情狡诈，我对他一点好感没有，更不要提其他念头。但最近刘建业上门，有意无意跟你哥哥提起，你们当年青梅竹马，他对你仍痴心一片。当年若非被锁在家里，一定上门来娶你。即便是现在，他也愿意八抬大轿，明媒正娶你过门，让你做刘家少奶奶。嫂子，父亲要负起了，刘建业才上门，你和哥哥看不出他们心思吗？他们要的不是我，而是借父亲的事，让刘家更上一层楼。你跟你哥一样聪明，他也这样说那个刘建业。那你和哥哥为什么还这样来劝我？一是为了你那败家子整天打你，还干出把你抵押出去的事，你哥哥怎么放心得下？二是为了父亲，父亲虽有父喜之事，但京师朝堂上乌烟瘴气，父亲为官清廉，李家又彩箪力薄，需要刘家的支持。若为父亲尽孝，让我割肉入药都成，但背弃夫君，二嫁刘家，你告诉哥哥，我死也不会答应。这是我和夫君为你们准备的礼物，我现在去见哥哥。夫君，我就知道这倔丫头不会答应，你还让我劝。少妇苦笑摇头，打开留下的包裹，翻看着礼物。猪油蜡，土地主用的，李府都用牛油蜡，可以拿给下人用。咦，这橡笔、砚台、宣纸、松墨都是上好的，值20贯钱。那败家子哪来这么多钱？
这是什么？有点像一字，好像啊，不知去污能力怎样。这又是什么？白如水晶，比红糖更甜。莫非这就是周成寄来传了卖风的水晶糖？没有二少爷允许，俺擅闯李府，拿出去！两个家丁拎着木棍拦路，大虎看得急了。这两个家丁，他一只手就能打倒，但这是渊哥老丈人家，若是打进去，那像什么事？理也不理两人，王渊大步上前，两家丁拎着木棍想要动手，王渊大袖拽出2个金元宝。我也不会败家子，见面就给1两银子。有家少爷还现成大户，入门一个大子都不给，人他娘的口！两人把银子悄悄揣入怀中，等到王渊走进院子，才扯着嗓子喊道：“二少爷不好了，姑爷闯进来了！”混账东西！李家哪里的姑爷，大呼小叫什么？愤怒声音从后院响起，两个青年一前一后走了出来。李家二少爷李三思在前，刘家刘建业在后，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王渊眯眼，他说抵押媳妇借钱事情隔那么远，怎么传来李府来了？原来是这货在背后搞鬼。李三思盯着王渊咬牙：“混账东西！你那样对我妹妹，还敢登李府的门？”你把结发妻子抵押出去，自己卖身于土财主为奴，你配不上诗涵，不配做李家女婿。王渊还未开口，一道交斥传来：“配不配得上？你这个外人没资格评论。我是亲历者，我知道夫君多优秀。要说配不上，是我配不上夫君。”她一袭束腰红裙，娇躯修长高挑，小腰盈盈一握，如同一株摇曳的青莲，杏眼桃腮，略美不胜收，美眸薄怒，美眸又像暗夜星辰，看得人心摇神夜。刘建业看呆了，实在没有想到，不过3年，昔日青梅竹马竟出落得如此高挑，冷艳不弱于周成名爵。可是半年没有见到妹妹的李三思，泪水在眼眶打转。三妹，你又瘦了。大家族重男轻女，李家虽3儿1女，却是例外。不管是哥哥弟弟，都宠着唯一的丫头，这也是饱读诗书的他们要悔婚不让妹妹嫁入乡下原因。哥哥，我知道你疼我，但我现在过得真的很好，很开心。夫君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他对我很好了。扯着哥哥衣袖，李诗涵柔声撒娇，如同一个小女孩。你呀，我小时候这丫头闯了祸，都撒娇让她背锅，每次都稀里糊涂答应，现在又来这么一出。李三思心头怒气消失，狠狠瞪了王渊一眼。诗涵妹妹，要说你优秀，我同意，但你说她优秀，我可说句公道话了，我是秀才，你哥哥举人，他一个童生在我们面前，有什么资格谈优秀？你们都比我优秀，我就是一个乡下小童生，哪里能跟你们比？看着妹妹神情，李三思打量王渊，眼中带着诧异。半年不见，这败家子仿佛换了个人，在他面前不卑不亢。以前见了他这个举人，这个小童生战战兢兢，现在从容淡定，渊挺悦质。从妹妹刚才反应看，他是真正爱上这个败家子。以前他虽护着这败家子，却是因家族危难时他敢取的感激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像是心交给他了，时时刻刻都想维护。如今这世道，一个乡下的小童生怎么能给妹妹安定？若是强行拆开他们，妹妹嫁入刘家，未来大有保障，但以妹妹性格，会恨他一辈子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正两难之时，此时一个家丁急匆匆进来，手上拿着一封拜帖。二少爷，一位百里先生说是你的故交，登门拜访。原来唐僧从西天取回的真经有这样一段话：差事方之强，创造夜间经济，任何一处都可以做生意。日落开市，日出罢市，晚上允许做生意，把戏班子、花灯会搞起来，让人夜里也能出来玩。街边则让百姓卖小吃，夜里都出来溜达。有钱的就开始花钱，没钱的开始摆摊的赚钱。这样一来，整体的经济都会上升。而此时来讨教的新任县令赵为民双目大亮。大业施行宵禁，夜里不允许上街，全都憋在家里。不管有钱没钱，家里都没多少乐子，憋得心里长草。如果白天能做生意，夜里也能做生意，收赋税就更多了。刘建业摇头反驳：有一利必有一弊，差事防之强，破坏宵禁，流寇盗贼会大增。这计策看似虽好，实则隐患极大。小朋友，有流寇加派巡捕就是，不能因噎废食。瞥了刘建业一眼，百里先生看向王渊抱拳：小友，请继续。刘建业气血上涌，称自己为小朋友，而称呼王渊为小友。他在百里先生心中地位比不过这败家子。做到这就够了，只要县城活了，来谋生的百姓多了，乡下士绅地主也会搬来县城住，城里宅子需求会大增，官府可以卖地建房，为百姓谋更多生计。此举大善，我这就回去上书朝廷，阐述拆掉是方之强好处。百里兄慎重，方士乃朝廷制度，谁若敢轻言废除，必定会遭遇攻击，更何况是你。百里先生蹙眉，他得不到圣上待见，自己1、2榜进士，为黑甲军上谏，5年来一贬再贬，竟沦为7品县令。好在志气不改，仍要为生民立命。此时王渊也没再说话，便向外走去。我等读书人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总要做一点什么。简简单单4句话，如洪钟大吕，震得3人心摇神夜。他道尽了天下读书人的使命，让任何有志之士都能找到归宿。凭此4句，可名扬天下，流传千古，青史留名。刘建业妒恨，这等千古绝句，怎会是他做出？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百里先生喃喃泪流满面，起身追了出去。等3人出来，王渊已经消失。
无忧贤弟，这位先生为何会在你的府上？你们什么关系？你可知他住处？我想登门拜会。他和我的关系挺复杂，不提也罢。你若想拜会他，去北平乡大王庄找王渊即可。单凭这4句话还不足以让李家认下这个女婿。想成李家女婿，至少举人功名，否则丢父亲的脸。进士之家哪能要同生女婿？北平乡大王庄。百里先生听得双眼一亮，似乎曾经听过这些地方。有差役骑马而来，朝百里先生抱拳。大老爷，刁民王二狗激登文谷，状告县衙捕头巡捕徇私枉法。哦。百里先生眯眼，抱拳转身道：无忧兄，建业小朋友，改日再会。方捕头，那帮刁民敲登文谷了。那你安排好了吗？一切都按大人你的要求安排的妥妥当当，等到县太爷升堂，便坐实了他们刁民身份。那就行了。大人，小人有一点不解，大老爷前些天倒安判他们赢，现在咱们把他们弄成刁民，这不等于打大老爷的脸吗？邢三，衙门有几个老爷？这些老爷谁说的算？谁说的不算？谁决定的？邢三感觉亏到了天机，衙门一共3个当官的，县令大老爷虽然最大，我调动不了3班6房，就是一个空壳摆设，地位还不如主薄2老爷，县尉3老爷，是以下面人捞好处。大老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否则没人替他卖命。大老爷铁面无私，为了刁民，竟把里长下大狱。若是大老爷在县衙里最大，咱们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明白了。邢三笑盈盈点头，转身却愁眉苦脸，神仙打架，小鬼遭殃。这分明是2老爷想架空大老爷，让方捕头布的一个局，为的就是打大老爷的脸，让他在衙门失去威信。大王村这帮刁民恰逢其时，成了方捕头的棋子，而他必然会成大老爷的眼中钉。升堂。县太爷赵维民一身绿官服，端坐大堂之上，右侧一张小案几，放着文房4宝，主簿马前端坐。王二狗趴在地上偷瞄县太爷、主簿，身体不停颤抖。一瞥堂下少年，赵维民拿出一根白签子扔在大堂上：非升堂之日，擅敲登文谷，打40大板。这是规矩，不升堂时来告状，8个县太爷也不够用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王二狗仍面色煞白，咬牙浑身紧绷。落在地上的是支白签，2个打板子衙役双眼一亮，轮着板子狠狠砸下。大老爷的竹筒里3种签有白签、红签、黑签。白签随便打几下，红签打得皮开肉绽，黑签往死里打，这是打板子的规矩。板子打得啪啪响，趴在地上的王二狗却一脸不可思议：不疼？怎么不疼啊？上面打得那么响，屁股都没挨到板子。大老爷心善，竟然扔出白签，又有人花银子打点。不过这小子真傻，即便打得不疼，也要叫一声啊！你不叫，不是让人说我们假打吗？打他一下就叫了。2个衙役交换眼神，板子交错时落在王二狗屁股上，王二狗小脸变形，凄厉惨叫。这就对了吗？你不叫，别人都以为我们假打呢。一连挨了3板子，王二狗也琢磨出来了，叫得凄惨无比。40大板已过，赵维民惊堂木一拍：堂下何人？所告何事？小名王二狗，北平乡大王庄人士，状告衙门方捕头邢三他们勾结于是番江龙7行霸市，强行收取保护费。原来大王庄村民来市集卖鱼，捕快邢三游，安排了其他的泼皮佬收取保护费，遭到王四海和二虎的反抗，将2人下了大牢。赵维民面色一沉，看向主簿马前，眼神变得冷厉。都是官场老油子，其中弯弯道道，自然一看即知。早听说这马前架空上任县太爷，把控县衙2年，如今竟还想压他一头。马前微笑颔首，好似并不知情。这些是王渊先生的族人，前些日子告了里长，现在又来告巡捕捕头。马前既然敢出手，想必布局好了，要落了我的颜面。赵维民眸子一沉，来人，传方捕头邢三、番江龙。快班衙役出列，不多久，方铁心、邢三、番江龙入场。方捕头邢三，大王庄王二狗状告你们勾结泼皮，擅自抽成，官府收税1成，你们却抽2成甚至3成，你们可有话说？方铁心跪在地上，仰头一脸正气：大人，这是刁民污蔑，请他拿出证据，否则就是诬告。邢三也一脸含冤受辱的悲切：大人，小人巡查于市，多年来兢兢业业，没有拿过商户1厘1毫，请大人传商户询问，还小人一个清白。对，大人，他们是污蔑，小人在于市帮佣，却被这帮刁民暴打。若非方捕头刑捕快，小人会被他们打死，请大人为小人主持公道。指着拒不认账3人，王二狗有些心慌：你们说谎，明明你是鱼霸，他俩都是你的靠山。惊堂木一拍，赵维民看向番江龙，笑吟吟道：素姐，不要怕，本官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听说你的花名叫番江龙，都是兄弟们抬爱，称小名为番江龙，小名就是水性好。一见县令大老爷对他笑了，番江龙乐得找不到北了。主簿马前却脸色大变。惊堂木拍下，赵维民抓出一把黑签，面冷如冰道：
大胆，龙乃天子，小小百姓竟敢妄自称龙，此乃十恶不赦之罪。来人，重打80大板！黑千王死里打，这是要他的命啊！翻江龙连忙求饶，县太爷饶命，都是别人乱喊的，小人真名未扭。两个衙役抡起板子，毫不留情打起来，挨了10多下。翻江龙皮开肉绽，忍不住大叫：“邢爷，救救小人！小人不想死啊！”邢三转头，眸子阴沉，这种大罪谁敢求情？方捕头、马主伯都一言不发。翻江龙闭眼咬牙，又苦挨10大板晕了过去。本想以翻江龙为突破口，谁知他被打晕了也没开口，只能从于氏破局了。徐捕头去于是传些卖鱼商户问清实情，告诉他们放心大胆讲出实情，无论牵扯到谁，县衙都会秉公执法，为他们主持公道，不让他们再受泼皮污吏盘剥。堂下邢三、方铁心相视一眼，心头都是冷笑。铁打的小吏，流水的县令，那些商户绝不会因县太爷2句鼓励就跳出来咬他们。主簿马前神情平静，心头得意，拉拢班头。上一任县令都被他架空，这一任也不会例外。不传于是证人还好，一传更加佐证大王庄是刁民。变更趁机将刘有才案子推翻，将那个小童生下狱充军，刘家的托付也完成了。到时赵为民县令威严全失，县衙就在他掌控之中，真是一石二鸟。捕头老爷，我们在这里卖鱼，没被邢爷翻江龙勒索过。大王村那帮人是刁民，他们欺行霸市想抽佣，要说有鱼霸也是他们。徐捕头有些挠头，来到于市走访了10个卖鱼的，全说大王村是刁民。他是大老爷心腹，知道大老爷现在需要什么证人，可这些渔民全好像统一过口供一样，他说不动这些卖鱼的，总不可能让县太爷亲自来吧。突然一个声音响起：“徐捕头，麻烦你将卖鱼的商户、渔民聚集起来。”徐捕头回头见王渊读书人打扮，不敢怠慢抱拳：“公子是哪位？”大王村童生王渊被抓进大牢的王四海、王二虎都是我的族人。王渊站在一块石板上，高出众人半个身子。卖鱼的商户、渔民聚集，大概有40、50个摊子，每个摊子2、3人，加起来总共上百人了。渔民不快仰望着他，不知他要做什么。王渊环顾这些底层百姓：“你们诬陷我的族人，我不怪你们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是被逼的，你们也没办法。”一些商户、渔民惭愧低下头。这2天，邢三带着捕快私下找到了他们，告诉他们若县太爷升堂传唤，让他们说大王村的人是鱼霸，并警告他们流水的县令、铁打的小吏，胆敢堂上翻供，回头有人感觉他们。但你们知道为什么鱼霸、官差都敢随意盘剥、欺辱你们吗？还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靠山呗。在场商户、渔民点头，若是他们有人靠山，小吏、脱皮哪敢盘剥他们？不，你们错了，大错特错了！你们被盘剥，不是因为你们没有靠山，而是因为你们是懦夫、孬种、软蛋，你们比阉人都没种。这样骂我们，你又算什么玩意？你又比我们好到哪里去？大王村的人不一样被抓了，你才连阉人都不如，同族被抓了不取管，追赶来骂我们。温顺的商户、渔民怒了，好似变成吃人的猛兽，对待泼皮、小吏，他们不敢龇牙，但对一般人却不怕。徐捕头看傻眼了，这小子搞什么？让他来说服，他竟然骂人，好言相劝都不去，骂人能骂去吗？一见众人怒了，王渊反而眼睛亮了，继续骂道：“还不承认？你们说自己没有靠山，现在县太爷给你们做靠山，这不比泼皮小吏强100倍？可你们却怕小吏威胁而不敢去，还敢说自己不是没种的玩意。可县令是流水的，小吏才是铁打的，县老爷走后，他们再找我们麻烦怎么办？”就是因为你们这样没种，他们才敢找你们麻烦。他们有什么可怕的？10多个泼皮一伙，你们加起来上百人，每人回家叫1、2个，就是几百人了。你们真要团结起来，10多个泼皮够你们打的吗？见了你们都要下跪叫爷爷。许多商户、渔民双眼一亮，的确，就那10多个泼皮，村里争水械斗都比这人多。有商户小声嘀咕道：“可他们背后有巡捕老爷撑腰啊！”活该你们被欺负啊！县城县太爷最大，巡捕只是县太爷手下的小吏，他敢为那些泼皮撑腰，你们就不敢去县衙告吗？只要你们聚集100多人一起去告状，不管哪个巡捕、捕头，县太爷都会把他饭碗端了。但是你们这帮孬种敢吗？一群软蛋！徐捕头想将王渊从上面给扯下来，这家伙想干什么？教刁民对付官差，以后他们还怎么办差？不过这种情形下，他也不敢动手。你们不敢没关系，我们大王村的人敢。我们打了破皮，不怕巡捕抓人，你们不帮忙可以，但为什么要拖后腿做伪证，帮那些伤害你们的人呢？你们不是孬种又是什么？我们错了。有商户、村民忍不住流泪。那天王二虎打闹三江，邢爷来了，屁话不说就离开，他们看着也可解气。徐捕头在旁摇头，光让渔民商户认错有屁用，他们不敢去作证，一切都是白搭。王渊跳下石板，抓住一个流泪老渔民衣领：“你在这卖了多少鱼？一共被抽佣多少？”我在这卖了10年鱼，一般3天来卖一次，每次10斤、20斤不等，少的被抽80文，多的被抽160文。
那折算下来，每次至少要被抽100文。你知道这10年你被抽了多少钱吗？老渔民摇了摇头，他感觉不少，但不会算数。一次100文，3天一次，1月10次就是1贯钱，1年12个月就是12贯钱，10年就是120贯。你这10年被渔霸抽了120贯。什么120贯？他们抽了我120贯钱，我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攒到10贯钱啊！他们怎么能抽我这么多呀？他们比虎狼都狠啊！我儿子都没娶媳妇，这笔钱要不被抽，我儿子能盖房娶媳妇了。他们太狠了！许多渔民愕然，没想到多年积累下来，渔霸能抽这么多钱。王渊抓着一个年轻渔民：“你在这卖鱼多久了？渔霸每次抽你多少钱？”我也不会算账，俺卖鱼给俺娘看病的，俺来这卖鱼3年了，你快帮俺算算，他们到底抽了俺多少钱？你也按一次100文算，1月也约莫1贯钱算，1年10个2月12贯，3年36贯钱。他们若不抽那36贯钱，俺娘的病早就看好了。你现在还小，将来还能来县城卖30年的鱼，1年12贯，10年120贯，20年就是240贯，30年360贯，这么多钱都够买100亩地做地主，能盖4栋8间带院的青砖瓦房，能让你每天吃肉吃到饱，吃10年。不，我不能交给他们那么多钱，我要把钱留给我娘看病。这么一说，小渔民立时感觉损失大到天上去了。许多鱼也在计算自己还能活多少年，要给这些渔霸交多少钱。以前他们不会算，现在王渊给了模板，10年、20年、30年，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。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不是为了吃苦、受罪、饿肚子、被人欺辱、被人盘剥、给人当下人、给人做奴隶的。即便我们平凡，也要活得有尊严。现在命运就在你们自己手里，县太爷决定为你们撑腰，你们愿不愿意继续做每种的软蛋？愿不愿意以后给渔霸屋里交几百贯钱？愿不愿意让你的父母妻儿吃不饱穿不暖？不愿意！大声点，我听不见。不愿意！不愿意！一群商户、渔民咆哮着，如洪水冲向了县衙。徐捕头看着吃人模样的百姓，再看面带微笑王渊，仿佛看到一头凶兽，脊梁骨直冒冷汗。这一刻他知道了为什么读书人杀人不用刀。方铁心身为捕头，知法犯法，诬陷良民，重打80大板，抄没家产充公，次次充军9山城10年。邢三知法犯法，面认罪态度良好，重打20大板，发银子300两，次次充军9山郡5年。番江龙有僭越大罪，押入县衙大牢，明年秋后问斩。大王村王四海、王二虎无罪释放，以后于是商户、渔民记住，除了官府税赋，谁敢去收1文钱，立刻来县衙告状，本老爷为你做主。好。马前面色铁青，见大势已去，心中暗想：刘家这件事最近办不了，王渊这小子不是一般的狡猾，把银子退给刘家，让他们自己动手吧。1块香皂能换2头牛，这明明是普通香皂，却说成是西域传来的高级水晶皂。徐掌柜，这不是遗子，而是西域传来的水晶皂。端一盆水来，我送掌柜一个赚大钱的机会。哦。王渊气势凌人，语气狂傲。做生意要想有利益，必须先有气势，不然主动也会变被动。掌柜的将信将疑，不过见王渊衣着华丽，便让伙计去端了盆水。王渊拿出香皂，教伙计洗手，黑手就立马洗白了。掌柜的双眼一亮，接过香皂也试了一下，又闻了闻，抱拳道：西域水晶皂，必须的。夫君说话越来越离谱了，明明是在家里用猪油熬制的胰子，却说成西域高级水晶皂，真能忽悠人。嘿嘿。王少爷，明人不说暗话，这水晶皂比胰子早豆洗得更香更干净，达官贵人家的太太小姐们一定会喜欢的。不知你想卖多少钱1块？我带了1000块香皂，不打算零售。徐掌柜若是能全要，1贯钱1块，我全给你。整个富县3个月内，我不会再卖1块香皂，你独家专卖。徐掌柜略微思索，立刻答应下来。专卖1贯钱1块，可以。不过麻烦王少爷等一下，1000贯不是小数目，小店里需要1个时辰去筹备。可以。徐掌柜有头脑有胆识，遇到香皂这种新玩意，敢砸1000贯赌，在这个时代很难得的魄力。不过物以稀为贵，香皂虽然贵，找准客户就能卖出去。徐掌柜出门不久，片刻折转回来，脸色变得难看。王少爷，你的香皂小店不能买了，请见谅。刚才刘家人放话了，谁要是买了你的东西，便是与刘家作对。徐掌柜不必为难，买卖你情我愿，咱们又没订立契约。王少爷，东西很好，我很想要，也能筹够钱，但这家铺子是租刘家的铺面。渊怒火升腾，压下心头怒气，刘建业这条毒蛇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对付他。明白了，徐掌柜，这条街的杂货铺都是刘家的铺面吗？不全是，整条街除了刘家，还有周家、胡家的铺子，不过3家会相互给面子。王少爷，你若想卖掉肥皂，还是要找刘家的人把矛盾化解掉吧。
王渊拿出2块香皂放在桌子上。多谢徐掌柜指点，我还想知道哪些铺子是刘家的，哪些铺子是周家、胡家的。徐掌柜收起肥皂，小声讲了起来。王渊记下之后便离开。渊哥，生意谈成了没有？刚才徐掌柜一出去，刘家车夫找到他，让他不能和咱做生意，否则收了他的铺子。我知道了，咱们去下一家。几人避开刘家店面，赶往周家、胡家的店面杂货铺。走入周家店面杂货铺，不等王渊进门，掌柜的直接抱拳：“这位少爷，求你别为难我了。刚才刘家人放话了，谁要是买了你的东西，便是与刘家作对。你这店铺不是周家的铺面吗？”店铺是周家的不假，但刘家是县城豪强，我们小门小户哪惹得起？少爷，你行好吧。王渊不再纠缠，转身离去。一连去了4家杂货铺，都是周家、胡家店面，无一例外，全都生怕得罪刘家，不敢买他的香皂。制作这些香皂，王渊花了150贯钱左右，若是卖不出，砸在手里，那绝对是一笔大损失。向来冷静的大虎也气得面红耳赤。该死的刘建业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渊哥的麻烦。街头盯梢的刘家车夫冷笑：“一个泥腿子敢跟大少爷斗，刘家一句话就能把你的生意赶绝。小看了豪强在县城的影响力，但香皂必须卖出去，不然手里的银子就见底了。渊哥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，没人敢买啊。”王渊环顾四周，突然双眼一亮，朝一辆精美马车走去。车后4个家丁冲上来围住王渊，一脸戒备。干什么的？大虎急忙冲上来，将王渊挡在身后，警惕地看着4人。4人全是练家子，真要动起手来，怕王渊吃亏。王渊拿出2块香皂，在下并无恶意，我看车里的是女眷，我发明的水晶皂是女眷用了，有美白、驻颜、去皱、去污、排毒、增香的功效。车里的女眷可以免费试试，不要钱的。大虎瞠目结舌，实在没有想到渊哥竟敢这样卖东西。一个家丁厉声大吼：“我家大小姐不会用来历不明的东西，快让开！”车里没有反应，王渊更没转身，力推失败了。这个时代的人可能接受不了太新奇销售。等等，去打一盆水来，我要试一试他卖的香皂。清冷声音从车厢传出，一只纤白秀美玉手伸出，一个家丁跑进路边杂货铺，很快端出一盆清水放入车厢。哗啦啦，轻柔洗手声音传出，大虎屏住呼吸，不知车里的女人会不会买渊哥的香皂，即便买，一个人又能买多少？王渊也有点心焦，说了驻颜、美白、去皱、增香这些，他相信白嫩小手主人一定会买，没有女人能抗拒这些噱头，只是不知这女人会买几块，会不会在他密友圈子传开。实际上，香皂的客户卖的就是这些小姐太太们，一般人也用不起。片刻后，车里清冷声音传出：“你这香皂卖多少钱一块？”零售2贯钱一块，买多了可以优惠。大虎4个家丁眼珠子都要飞出来，2贯钱够一家人吃1个月了，谁会用来买一块洗手的玩意？为什么不去店铺卖，要在大街上拦车卖？杂货铺掌柜也有识货的。有小人作梗。把胡家杂货铺的掌柜的叫来。一个家丁跑进一间杂货铺，带着一个掌柜跑了回来。掌柜给马车里的女人的行礼。见过大小姐。王渊看得一惊，没想到在大街上随意拦了辆马车，竟是胡家的大小姐。县城3大豪强周家、刘家、胡家控制全县最赚钱的布、盐、粮，其中粮商胡家势力最大。纤白玉手捏着香皂伸出车帘外。这种香皂有人去杂货铺卖过吗？掌柜看着王渊道：有，这位公子刚才来过，但刘家大少爷让人来传话，让胡家给他一个面子，我怕引起2家矛盾，便没要这位公子的东西。你是刘家掌柜的还是胡家掌柜的？刘家让人传一句话，我胡家赚钱生意就不做了吗？掌柜的跪在地上，额头渗出冷汗。小人错了，把杂货铺的账目交接一下，回乡下负责收租，做得好以后还有机会回城。多谢大小姐开。掌柜的诚惶诚恐，感恩戴德离开。王渊惊讶不已，这女子精通奴人之术，明明是惩罚，却不让人绝望，还留下希望，让人不敢懈怠，仍要继续努力工作。这位公子，你有多少香皂？1000块。我若全要了怎么卖？1贯1块。可以，不过我有要求，这种香皂在成州，你只能卖给我1人。还懂得垄断，王渊感觉更有意思了。你要做代理？代理，这说法倒也新奇，我就做州代理了。你若真想做成州代理，就把这1000块香皂3月内卖到成州每一个县，做到的话，咱们到时再谈。成州南北500里，共有8郡上百县，山高路远难行。别说县城豪强，就是郡望、州级世家，也难将生意做遍全郡。好，1个月后，小女子在胡家恭候公子大驾。清冷声音应下，白嫩小手推出一个檀木匣子，匣子打开，石锭金元宝躺在里面，闪着动人金辉，钱货两清。精美马车缓缓驶离，王渊有些意外，生意就这样做成了，但人的面还没有见到。街上这一幕也惊动不少人，周长发围过来：老弟，狐狸精不能碰，会死人的。什么狐狸精？
指着马车，周长发低声道：“就是胡家大小姐，她已经嫁过3回了，每次出嫁不超过1月，夫君都是暴毙而亡。有人说她是狐狸精，专门吸男人的阳气，碰了她的男人都要死。”8个村子有7个闹饥荒的，一个窝窝头也要掰成5半吃。可偏偏这个大王村不仅顿顿有肉吃，而且每天数钱数到手抽筋，就连山上的土匪为了吃上饱饭都要辞职到这个村子去打工。原本黑虎寨有108个土匪，前日跑了2个，昨日又去了2个，今日竟然又有4个跳槽都来大王庄应聘。可捕鱼队和香皂队都是大王庄村民，怕跳槽的土匪适应不了，于是王渊就传授他们8人做鱼丸的食谱，并且制定了独特的营销模式，每天限量卖400碗，吃不上的只能明天早早的来排队买，生意蒸蒸日上，8人从此也改邪归正。此时黑虎寨大当家黑心虎指着下山虎劈头盖脸骂道：“老三，你特娘怎么带着手下8个踩点的出去了6天，屁点消息都没传回来，连人都失踪了。”杀掉王渊，抢走他老婆，刘家人可是给了1000两黄金。下山虎咬牙站起来：“大哥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亲自去踩点，带着手下人一起去，摸清楚情况，立刻动手。我不但要干掉那个姓王的童生，还要找到被绑跳槽的混蛋，带回来阉了他们。”下山虎一脸嘲讽，拎着板斧一阵打量，面露凶光走向王渊：“你读书脑子读坏了，敢一个人来见我，不怕我一斧子砍了你的脑袋？”要不你过来砍我一下，看看是我先死还是你先死。你在四周埋伏人了，他们到底在哪里？快让他们出来！你是读书人，怎么可以说话不讲信任？说了一个人来见我，竟然让人埋伏。下山虎面色大变，2个板斧一架，双脚走着圆圈步，谨慎地瞅着四周，生怕身后突然冲出人。要不你试一下，拎着斧子过来砍我一下，只要砍死我之前他们不出来杀你，那就是没埋伏了。我才没那么傻呢！这个坏心眼的读书人一而再再而三让他动手，肯定是想名正言顺杀他。今天就是神仙来说，下山虎也绝不上当，绝不对他下手。王渊走上前来：“既然你不动手，那我就教你怎么做山贼。”仿佛听到天大笑话，下山虎气急而笑：“书呆子，你读书脑子读坏了。我做山贼快10年了，纵横9山郡8个县，劫盗次数没有1000，也有800，乃是悬赏500两的悍匪。你凭什么教我做山贼？”因为我知道怎么让你们搞钱多，手下兄弟死伤少，还能不被官兵围剿，还能被周围百姓夸赞。一切皆有可能，你以为不可能的事情，只是因为你眼界太窄，没见识到那些事情。如果你们不但不抢劫他们，并且还要保护商人的道路安全，货物不被打劫，他们就会主动上交过路费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山贼要想赚钱多，必须大量劫盗，真刀实枪见血。劫盗多哪有不死人的？死了人，官府肯定会来围剿。还有那些周围百姓，不替官府做眼线就烧香了，怎么会替他们通风报信？至于商贾哪个不躲避山贼，怎么可能主动给他们交钱，还为他们通风报信？还官府不围剿，那简直痴心妄想。不剿匪官员哪有政绩？感觉这小子读书脑子读坏了，不然绝对说不出这种胡话。你们一次要抢劫别人全部货物，别人不给你们拼命才怪！一拼命哪有不死人的？别人一车货物价值100两，你就收他1两过路费，保证他一路安全，他还会给你拼命吗？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做生意的人是最难的，运货路上不安全。王渊又给下山虎讲解了其中的道理，只要保证一条，只收少量的钱，走的商贾肯定多。虽然一次收钱少，但加起来就多了，甚至还会更多。这样不用打打杀杀就把钱给挣了，兄弟们伤亡也少。那些过路商贾也不用请大量保镖，还能省不少钱，肯定乐意交钱。到时再设个收费点，让少量山贼收钱就行了，其他人再开个茶铺、饭铺、旅店，给过路的商贾、行人卖茶、卖饭、歇脚。他们哪还会叫你们山贼？以后你们就是绿林好汉，有事也会通知你们，必须保证商路安全，就要拿下沿途山贼，这样等于帮官府维持治安，官府只会乐见其成，官府只要不傻，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下山虎怔怔半晌，突然抱拳行礼：“俺明白了，多谢先生指点。”你这个人还有点悟性，那我再提点你一点，眼光不要局限小小府县，要向9山郡、成州，甚至整个大业、天下扩散。一听天下2字，下山虎脑袋晕乎乎，体内热血在沸腾，抱拳恭敬道：“请先生指点迷津。”你先从9山郡开始，寻找那些有脑子的山贼，说服他们也这样做，组成一个商路联盟。这个商路范围越大，便会越繁茂，你们赚的钱也越多，到时自然也就更安全。因为商贾不想你们出事，不然商路难行；朝廷也不想你们出事，不然山匪四起。甚至到了最后，你影响力够大，朝廷都会给你一个身份，让你由匪变官。赵安高啊，读书人脑子就是好使，真的能让商人主动送钱，还不用杀人抢劫，和和气气就把钱给挣了。
这是山贼的终极归宿。下山虎呼吸急促，盯着王渊许久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一个脑袋磕下。先生是有大才的人，请先生给我1月时间，我回山去给2位大哥商量此计，共谋这个锦绣前程。大哥、二哥，大王庄那笔买卖咱不做了，那位先生动不得。黑心虎板着脸，老三，你脑袋让门挤了吗？不做这单生意，我们这个冬天都要喝西北风。下山虎唾液横飞，将王渊那套理论详细讲了一遍。做山贼并不一定要抢劫，其实让商贾主动给我们交钱更好。收过路费，打造山路联盟，还能得到朝廷封官进爵。2个土匪头子眼神变得像他傻子一样，教山贼做生意，这种鬼话也相信。大哥，老三是不是中邪了？来人啊，将三当家捆起来，再去山下抓几条黑狗，多弄一些黑狗血给他驱邪。一个石屋木架上，下山虎被绑成大字形。这都用了10头黑狗的血了，三当家的脑子还没恢复过来。大王庄那个读书人的邪术简直太厉害了！快放开我，我没有中邪，你们怎么如此鼠目寸光？收过路费的生意多好啊，为什么你们就不信呢？赶快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没有中邪，先生没对我用邪术。二当家带了20个人，个个都是练过武、嘎过人、见过血的，这么多人的一起去，什么邪术也抵不住。下山虎心头一惊，忍不住大叫道：你们快去通知大哥，赶紧让2个回来，不然他会死在先生手中的。先生最善于埋伏算计人了。一把弓能射10个土匪，这明明是普通弓箭，却说成是诸葛亮打造的高级连发弩。汉山叔，这不是弓箭，这叫诸葛连弩，这玩意一次可以发射10支箭，射程可达1000米。汉山叔像乡巴佬一样的打量着这把奇怪的连弩，毕竟外形看起来比常用的弓箭要笨重许多，而且上面还有许多碍事的部件。这东西能有咱的弓箭好用吗？又重又复杂，上面那个黑筒拉弓弦都碍事。那叫望远镜，要想射中1000米之外的目标，全靠这个。试试。按照弩身标记，3.1线发射便能命中目标，众人全部看得瞠目结舌。此弩一匣10支弩箭，射程100米远，还能入目半寸，可谓杀伤力惊人。当年若有这弩在手，凝视圆龙弩，王汉山不知想到什么，一脸哀伤悲痛。虽不知发生什么，但从未见汉山叔这样。王渊上前劝着：汉山叔，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人最要紧的向前看。有了这诸葛连弩，即便三虎寨再来，咱们也不怕他们了。但你们要记住，弓弩乃朝廷禁品，若是有官差来，看着架势不对的，直接放火烧了。姓王的混蛋只会搞阴谋诡计，不过3天时间，竟让我三虎寨少了40兄弟，简直该杀！黄病虎一身披甲，骑着一匹大马，身后20名悍匪拎着磨得明晃晃的长刀，21人拍马飞奔大王庄，一身杀气腾腾。2个悍匪在前，黄病虎在后，后面一群悍匪跟着。那2匹马先后前蹄踩入深坑里，2条马腿当场折断，马儿倒地发出痛苦嘶鸣。2个悍匪反应敏捷，一个翻身落在地上，没有什么事情。不过2条马腿却被别断，不能再继续向前走了。陷马坑，黄病虎眸子一沉，扯住缰绳，脸色阴沉的像要下雨。其余悍匪也变了脸，多次进村劫掠，还从未遇到这种情况。有人敢挖下马坑拦他们。黄病虎翻身下马，拎着大刀冷声：下马宰了那个姓王的以后，村子里男人的全部杀掉，女人随你们享用。我现当家！一群悍匪兴奋大叫，眼神野兽发亮，杀人放火，施暴掳掠，这才是悍匪最大的快乐。以往3位当家不许他们这样做，今天姓王的激怒了2当家，也为大王村带来灭顶之灾。一群人虽然兴奋，但有了陷马坑在前，生怕再有其他埋伏，只能慢慢前进。突然，一个悍匪倒地，捂脚惨叫起来。他踩中了一个捕兽夹，左脚血流如注，染红了裤腿。姓王的，你以为这种小伎俩就能拦住我们吗？继续探路，待会找到那姓王的，将他千刀万剐。悍匪们倒地探路，速度又慢了下来。这样往前走了3丈，一个悍匪朝左侧土坯屋一指：二当家，那里有个小年轻，好像在监视我们。一个14、15岁少年穿着破衣烂衫，躲在墙根后，探头探脑。抓过来，问问情况。2个悍匪朝王二狗冲了过去，王二狗大叫一声，慌忙朝屋后跑去。妈呀，山贼来了！这小子吓得腿发软了，我敢打赌他肯定吓尿裤子了。
两个悍匪狞笑着追过去，一到土匪屋吓了一跳，10个人藏在屋后，每人手里捧着一个像弓又像匣子的东西。10人看着他们，没有丝毫害怕，反而像猎人看猎物。两个悍匪感觉不对，转身想跑。2支弩箭飞出，穿透2人后心，叫声戛然而止。一群悍匪倒吸冷气，正对面明刀明枪，他们不怕，毕竟都见过血的，这样不知怎么被杀，则让他们心头升起一股未知的恐惧。怕什么？弓箭伏击而已，他们的弓不多，不然早出来跟咱们干了，还用这样藏头露尾？得，老子亲自带队，一起去砍了这帮泥腿子。黄病虎拎着大刀，一马当先在前，剩余15悍匪也咬牙操刀跟了上去，他们全一肚子闷气。听着脚步声，王汉山端着弩，神情沉着冷静。山贼来了，大家不要紧张，他们只剩16人，拉开距离再射，直到全部射死。听我口令！大虎、二虎神情兴奋，甚至想丢掉圆龙弩，拎刀扑上去。冲入土坯屋后，一见竟有10人，手中还抱奇怪东西。黄病虎本能感觉不妥，但咬牙冲了过去。他现在要退，士气就散了。射5个悍匪中弩箭倒地，惨叫响彻了晴空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剩余悍匪大惊，有些想掉头就跑。这是弩箭，你们越跑，他们在后面射得越准，就30步距离，什么也不要想，冲过去嘎了他们。黄病虎拔一马当先冲了上去，像野兽被击出了凶信，11个悍匪紧随其后。射10支弩箭飞出，悍匪只剩下4人。黄病虎心惊肉跳，3个悍匪也亡魂大冒，更加想逃跑。这弓弩上弦太快了，快跑！只剩下4个悍匪，各自选择一个目标，射出了弩箭。弩箭贯胸，3个悍匪倒地，黄病虎也被射中，弩箭穿透披甲，刺破衣物皮肤，并未射入脏腑。他冲到10人前，一脸狰狞：“杀老子这么多人，你们全都要死！”不等他砍刀落下，王汉山手一抬，弩箭贯穿了他咽喉，鲜血流了出来。黄病虎双目圆睁，心头万分不甘。这笔买卖连主顾的面都没见，便全折在这里了。姓王的好邪门！他用一把弓箭就灭掉了20个悍匪。夸张的是，山贼连对手的模样都没看到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上山端掉土匪的老巢。这些天有40个土匪投靠了我们，加上刚刚消灭的20人，山寨老巢也就剩30来人。趁他病要他命，端了他们的土匪窝。咱有诸葛连弩，有汉山叔和众位兄弟，实力远超山贼。王渊想趁着夜色出其不意摸上去，至少有80%把握解决黑心虎，不然等三虎寨恢复元气，将来必然会来报这一次大仇。众人商量妥当，王汉山回到家里，在床头拉出一个箱子，取出一套黑甲、一个枪头、一柄腰刀，擦去了厚厚的灰尘，双眼涌出了哀伤。当家的贼人不是拿下了吗？怎么反而取出这套盔甲了？洪婶声音发颤。5年前参军10年的当家的穿着黑甲连夜赶回，当时他浑身是血，但全身没有伤口，血好像都是别人的，那眼神悲伤的好像失去至亲。卸甲、藏刀、埋枪，当家的足足睡了3天3夜才醒。醒后也不说这10年发生的事情，只是夜里不停教2个儿子习武。如今再见这套黑甲，让他感觉像是又有大事要发生。不是我穿，是给小渊穿，他要上三虎寨。贼人不是拿下了吗？小渊怎么还要去三虎寨呀？王汉山提着黑甲起身，三虎寨上还有个黑心虎，现在不除掉他，等他招兵买马恢复过来，肯定会报复我们。小渊做得对，但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我怕山贼放冷箭，这黑甲能保证他的安全。夜幕下，王渊一身黑甲，戴着头盔、面罩，只露出2个眼睛，整个人仿佛被包在铁桶中。他不想穿这身黑甲，想让汉山叔穿，能发挥更强战力。可所有人都不同意，说他不穿上黑甲，三虎寨便不去了。不得已，王渊穿着沉重黑甲，骑着一匹驽马，几人便飞奔三虎山。你们是谁？竟夜闯黑虎山？见3人不做回答，小土匪直接敲响铜锣。急促铜锣声传到了山上，有人上山了，快抄家伙！正搂着2个女人熟睡的黑心虎，
挺弹了起来，直接拉开屋角柜子，取出一套黑甲，飞快往身上套。其余屋子山贼也惊醒了，王渊一行人冲到了三虎寨，站在木头门楼前。门楼后，黑心虎一身黑甲，身后10个悍匪。打开寨门，看看什么人敢夜袭我三虎寨！全身包裹在黑甲中的黑心虎，浑身散发着凛然杀机。2个山贼战战兢兢去开门，突然一个包裹扔了进来，有山贼捡起包裹打开，一个脑袋滚了出来。举着火把靠近一看，一群山贼脊梁骨直冒冷气，黄病虎死不瞑目的脸一片惨白。真是二当家带20个人都被他们杀了。大王庄的人哪有那么厉害？肯定不是他们，应该县衙的官兵。听说来了个新县太爷。山贼战战兢兢，便连杀过人的悍匪也脊梁骨直冒冷气。黄病虎实力仅次黑心虎，披甲能挡数十人，还带着20个杀过人的悍匪，实力甚至超过山上的他们。就这样还被杀了。外边那些人若攻进来，他们也是死路一条。黑心虎、黄病虎已死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速速放下刀枪，出来投降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慌什么慌？看看他们有多少人，只要不超过100人，一起杀出去。2个山贼爬上门楼，往外探头一看，4支弩箭飞出，一人身中2箭，直接栽了下去。弓箭手，有弓箭的一定是官兵，大当家快逃吧！官兵每次来，我们不都躲进山里？一群悍匪变了脸色，他们没有盔甲，遇到了弓箭手就是活靶子。此时王渊一袭黑甲，怔怔看着门口，心底忐忑不安。他玩的是攻心计，一般遇到危险，只要有后路，没谁愿意拼命，本能都会想逃。如今出其不意，有黄病虎人头威胁，不信山贼还敢出来。一定是官府的人，大当家，我们赶紧撤吧。撤可以，但临走之前，我一定要看看到底来了多少人。黑心虎眸子一沉，穿着沉重黑甲助跑，3两步窜上墙头，全被黑甲拦下。弩箭，黑甲。一瞅王渊身上黑甲，黑心虎双眸发亮，瞬间又变得痛苦，翻身跳回寨内，向后门跑去。什么都不要带了，从后门向后山逃，越快越好。逃，快逃啊！不然等官府杀进来就完了。早就想逃的山贼一时一哄而散，一群山贼跟着黑心虎一起冲出了三虎寨后门。王汉山拎着黑色长刀，快奔追向黑心虎。夜幕下，2人撞在一起，金戈交击不绝，火星四处迸溅。王汉山一把黑刀舞出刀影，斩得黑心虎连连后退。若非身披黑甲，挡住数十刀，早被大卸八块。被熟悉刀法逼得连连后退，黑心虎愤怒大叫：一刀两断，抽刀断水，你也会5家百战刀法，你究竟是谁？哼，老是气，想不到你竟是土匪头子黑山虎！你丢了穆帅的人，你不配穿这身黑甲，你忘了黑甲军的职责。黑山虎浑身一颤，扔掉黑刀，摘下头盔，狰狞面孔满是泪水。大哥，我没忘，穆帅组建黑甲军是要驱逐夷狄，护大业山河，守天下苍生，但得了什么下场？他被腰斩而死，家族险些被灭。从穆帅死的那一刻，我老十七也死了。这狗屁的天下，肮脏的大业，根本不值得守护。你要杀我就来吧，反正我欠了你10条命，这辈子先还你1条。老17，穆帅之死，错在大业朝廷，错在当朝皇帝，错在文官勋贵，但与富县百姓无关。你可知道我们农民过得多苦吗？黑心虎一脸愤懑。我不想为肮脏的朝廷打仗，又不会其他生存技能，不得已才落草为寇。但大哥，你怎能为朝廷卖命？忘了谁害死了穆帅？哼，我没为大业朝廷卖命，我在家务农种田，而你要杀的王渊，却是我同族堂侄。什么？这瞎了眼的老天，我接一笔买卖，竟接到大哥亲人头上了。不过这笔生意是县城刘家的。王汉山神色黯然，刘有才设局，王渊借贷，王渊卖香皂受阻，都是刘家背后搞鬼，现在竟来买凶杀人了。你与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？3年前，刘家家主刘志高从这里路过，我将他绑到了山上，逼他与我结拜兄弟，写了结拜文书，还认了手印。从此，他暗中为我送物资，我答应他不接刘家的货。王汉山双眸杀机涌出，黑心虎闭目。自从穆帅死后，我家人被荒人杀光，我活得像个行尸走肉，早感觉没什么意思了。大哥，你送我1程吧。你现在还不能死，我需要你扳倒刘家，彻底消除这个祸害。为了你堂侄，
不错，为了我堂侄，为了富县百姓能过上不被剥削的日子，必须扳倒刘家。大哥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但我要提醒你，刘家在县城势力极大，我即便去指证他，也未必能扳倒刘家，到时我想死都难。不过只要大哥你发话，受尽折磨我也去，就当还你一命。王汉山气势变得慑人。哼，刘家在县城有人，我们在县城就没人吗？去了县衙，你放心，我会让人打点好，不让你受折辱的。有大哥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不过我想见见你那个堂侄，看看什么样的人值得曾拒绝王爷招揽的大哥你追随，将下山虎那样精明的人忽悠的像中了邪，还敢带着一帮村民打县衙都灭不了的三虎寨。他像穆帅一样，总能在绝境中找到生机，带给人无尽的光明与希望。大哥，这话就过了，天下有谁能与穆帅相提并论？王汉山也不辩解，不与王渊处事的人，又怎么知道毫无凭借的他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？大哥，你要让我去坐牢，那我这些年抢的钱也用不上了。我本打算用这笔钱，将来趁乱起事，跟大爷斗一斗。现在全送给你吧，就当还你一条命。他们埋在……走吧。王汉山直接打断，让曾经兄弟去坐牢，再拿他劫道抢来的银子，他心里过不去。大哥，我知道你的为人，不愿意占兄弟便宜。这样吧，你把钱挖出来去衙门打的，让我死的舒服点。做弟弟的就这一个请求。王汉山神情黯然，怔怔良久点头。三虎寨中一具具山贼尸首摆在院子里，血流的到处都是。10多个女人从石屋里走出来，看着山贼尸首怔怔，有些哭喊着扑过去，狠狠地踢打尸首，好像疯了一样。有些泪流满面，一脸解脱表情，还有的一脸麻木茫然。他们有些是山贼从附近抢的，有些是路过被掳上山的。现在三虎寨被破，山贼受首，只感觉逃出升天了。看着王渊一身黑甲，10多个女人走到他跟前。君老爷，谢谢你杀上三虎寨，替我们报了仇。王渊拉过王四海，我不是军爷，你们家住在哪里？我让他送你们回家。王四海更满脸通红，第一次与女人打交道，他有点心跳加快。回家。一个面容姣好女子凄然一笑，君爷，尸身是小，尸节是大，我们这个样子，家人只怕宁愿我们死了，也不愿意我们回去丢人现眼。一群女子伤心哭了起来，她们不是没家，而是有家不能回，回去了让父母蒙羞。王渊一怔，这个时代女人对于名节看得很重要，这也是李诗涵经常受前身毒打也不离开的原因。这些女子若回家，背后指不定有多少闲言碎语。在山寨她们还能活，若是回到家中，唾沫星子能淹死人。这一刻他真正感觉到了这些山贼多么的可恶。渊哥，要不带他们回大王村吧，现在吃饭的人多了，大食堂5个人忙不过来了，可以让他们帮忙。王渊点了点头，也好，你们若愿意回家的，我安排人送你们回家，若愿意去大王庄的，就去我大食堂帮工，以后每月1贯工钱。女人们欢喜的流泪，我们愿意。突然二虎走了过来，低声道：少爷，三当家下山虎想见你。王渊来到一间石屋，下山虎已经松绑，不过3天没吃饭，又不停交黑狗血，现在双目无神，有气无力，非常萎靡。一见王渊，下山虎跪在地上，神情惊恐交加。先生，外边发生的事他都知道了，现在真正明白这位先生的可怕，也担忧自己的命运。王渊伸手一拉，起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听懂要放他一马，下山虎又惊又喜。先生不抓我去县衙，我可是有500两悬赏啊！若非黄病虎杀入大王庄，你以为我会杀上三虎寨？只要你不为他们报仇，我们之间又没仇恨。不会，不怕先生说我不讲义气。我们虽结拜为兄弟，但实际真没感情，只是凑在一起讨口饭吃。以后你换个地方讨饭吃，但有一点要记住，不要再掠夺无辜女子，否则下次我不会再给你机会。看了那些女子，王渊是真的怒了，恨不得剁了这些山贼。不过下山虎这种人，放了他比杀了价值更大。先生，我对女人不感兴趣，那都是大哥、二哥抢的。不过先生吩咐了，以后我在拉山头一定会制定规矩。先生告辞。黑心虎一见到王渊上下打量，神情颇为不屑。这小子除了长得好看点，半点气势没有，哪能与穆帅相比？也就会动点歪脑筋，真不知大哥怎么愿意追随他。你就是王渊，我以为你有3头6臂，原来是个白面书生。闭嘴！王汉山呵斥黑心虎，又对王渊说道：幕后黑手是刘家，他愿意帮们指证，他来只是想见书给什么样的人吗？现在见到了。
还有，他愿意献上这些年抢的不义之财，希望你替他在衙门打点一下，让他走得舒服一点。王渊点了点头，两人明显谈好了，他们只是黑甲一样，肯定有些牵扯。不过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汉山叔不说，他也不打算问。那行，明天去找徐捕头，他会安排好一切。他带着5个人攻打土匪老窝，全村人都希望男人能平安回来，却有一人不仅毫不关心，而且还盼着男人早点死在土匪手里。求也没用，王渊回不来了。三虎寨100个山贼，他们所以才杀20人，还有80个在上面呢。他们5个人去打土匪就是送死。看着村民求天保佑，王大军一脸兴奋嘲讽。王渊把他赶出捕鱼队，弄得他出去被人嘲笑。他希望王渊回不来，那样他可以随意捕鱼卖，甚至取代王渊地位，霸占捕鱼队。你个混蛋说什么？没良心的东西！元哥把你赶出捕鱼队4队的。打死这个混蛋，让他敢诅咒元哥，白眼了！村民破口大骂，暴脾气的冲上去，直接暴打王大军。我说的没错，王渊就回不来了，不信你们等着看吧。李时涵美眸含泪，双手合十，仰望着湛蓝青天。老天爷，我愿献出10年阳寿，保佑夫君平安归来。突然有人大叫道：快看快看，王渊他们回来了，回来了！王渊一队人马缓缓驶入了大王村，此刻他们脸上再无半点怯懦，全是山可开海可填天可登的无边勇气，再也不怕任何困难。队伍后面还有3辆车子，一车拉着10多个女子，一个车压着面容凶恶的黑心虎，一车拉满了山贼尸首。王渊不仅回来了，而且带去的人一个不少，全都回来了，还带回了黑心虎，一车山贼尸首，大获全胜。他竟然胜了，还把黑心虎抓回来了，我不是做梦吧？这怎么可能？王大军瘫在地上，一脸恐惧绝望。他说了那么多风凉话，王渊一群人又回来了，他以后日子怎么过？打了大胜仗，所有人全都喜气洋洋，唯有汉山叔看着满是缺口黑刀，一脸难过表情。这把黑刀是当年穆帅所赐，陪他征战沙场10年，也是大业最好工匠用最好的铁打造的百段宝刀，可以说无论做工锋利，都是天下少有。汉山叔，不要再蹙眉头了，回头我给你打把更好的。李时涵也不顾众目眼光，直接扑入王渊怀中，紧紧抱着不松手，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。这些天他一直在担心，生怕夫君被山贼杀了，昨夜更是连眼都没合过，生怕再也见不到相公了。夫君，小傻瓜，要亲热咱回家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李时涵清醒过来，连忙躲在王渊身后，捂住羞红俏脸。村民哄堂大笑。好了，说正事。王渊一挥手，全场静了下来。三虎寨已经打下来了，以后咱们彻底安全了。黑心虎、黄鬓虎县衙都有悬赏，一共是1800两。这一战汉山叔功劳最大，他拿500两。大虎、二虎、王四海、郭仓、郭良、郭强昨晚独自追击山贼，过程十分危险，一人200两。村民羡慕看着几人一个个竖起了大拇指，同时每个人也在心底暗自发誓，以后有事一定上，不然丢的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啊。王汉山仔细算着，这样一算下来，王渊还没他得的多。至于黑心虎埋的银子，王渊根本没让他们去挖。王渊一指车上10个女子，他们是被山贼抢上山的，现在全都无家可归。你和红婶子安排一下，让他们在大食堂帮忙，以后每月按1贯工钱开。村里许多女人满脸羡慕，她们有的都还没进入大食堂的工作，面容姣好女子带头跪下，10多个女子跪了一地。谦公，今天无论捕鱼队、香皂队还是鱼丸队，全部停工去县衙，把黑心虎、黄鬓虎这些山贼尸首运到县衙，请县太爷为我们主持公道。山贼不全被杀了吗？怎么还要请县太爷主持公道？三虎寨是拔掉了，但县城刘家那个幕后黑手却依旧逍遥法外。我们必须让黑心虎指证刘家，彻底扳倒这个毒瘤。村民围着被绑的黑心虎，远远看着议论纷纷。这样子真够凶的，燕山变狼都可怕，再凶又怎样？还不是被渊哥儿给拿下？忙你们的去，都别围着了。赶了走了村民，王汉山端来水，喂着昔日好兄弟。老17，我对不起你。王汉山清楚，若非为了自己，这昔日兄弟宁愿死，也不愿意被耍猴一样的围观。大哥，你我还说这些干嘛？我死都不在乎，还在乎这些。不过我看这小子有点穆帅的风范，懂得激励人心，让人为他所用。他还比穆帅狡猾，你下半生追随他，我也能放心了。毕竟这个世道，好人特娘的不偿命。县城刘家家主刘志高、嫡长子刘建业相对而坐，面前各自摆着一碗仆人排队买回的鱼丸。刘建业吃下一颗鱼丸。真香！哎呀，喝完鱼丸汤，刘志高放下碗。父亲，算时间，三虎寨也该动手了，那败家子也该上路了，怎么还没传来消息？
建业给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些弄一身脏泥的事，你作为刘家读书种子，一句都不要问，家里会安排好一切。一个小小童生，三虎寨杀他如土狗，你担心什么？也是，毕竟那3条虎都是凶到没边的，县城豪强都要忌惮，何况他一乡下泥腿子。父子二人相视一眼，悠然自得点头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仆人大叫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”什么事？府县这一亩3分地，刘家的天塌不下来，没咱们解决不了的事情。衙门刚才派人抓了佟掌柜的，说是跟一件买凶杀人案子有关。什么？心头升起一种不好感觉。对了，老爷，刚才城里都在传3虎寨被剿灭了，是大王庄干的。黑心虎被抓到县城了，黄病虎被砍了脑袋，死的悍匪有40-50人，装了好几大车，全拉到县衙里，好多人都看见了。刘志高两腿一软，直接摔在地上，面色煞白无血。黑心虎被抓，衙门又抓佟掌柜，那肯定交代一些了。若是两人关系他也交代，那这次他不死也要脱层皮。立刻收拾东西，咱们去郡城躲一躲。刘志高起身便要跑，此时徐捕头带着一群捕快闯了进来。刘老爷，你这是要去呢？我们大老爷有件案子想请你去一趟。刘志高摸出2锭银子，悄悄塞了过去。徐捕头，你去回跟大老爷说我出城了，没看到我。抠抠索索，还特娘是县城豪强，出手才20两银子，人家王少爷派人来打点一下，出手都是200两银子。2锭银子摔在地上，徐捕头义正言辞道：“大胆，你敢贿赂官差，来人，抓他去县衙，谁敢阻拦，一起拿下。”500斤的弓箭，他能连续拉弓50次，并且还是百发百中。要知道，就连现代奥运冠军用的弓也不过50斤的拉力，而男人的箭术、臂力已经超出了常人层次。在场的武官吓得夹住了双腿，更有胆小的文官干得湿得一涌而出。这臂力得有上1000斤吧？战场大将军也不过如此。孙百川咽了下口水，眼珠一转。现在你能拉动弓箭，但夜间你又怎么百发百中？要不县令大人，案子先停下来，等到夜间他实验后，咱们再审理。马主簿对着县尉竖大拇指，只要不当堂宣判，有时间便能操作，救人的法子很多。原来黑心虎为了不受折磨，老实交代实情，指证刘志高买凶杀人，并且还有黑心虎和刘志高2人的结拜文书，衙门也和验过了，是刘志高的字迹和手印，人证物证齐全，已经成了铁案。赵维明正待宣判，主簿马前走向县令，一见主簿马前，刘志高双眼发亮，仿佛看到生的希望。马主簿出面，想必儿子花了大价钱请他，只要他说动县令，破财免灾，便能逃过一劫。县令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马主簿，本官正在升堂，有什么话堂上说。马前脸色微变，理智告诉他该走，但一想刘建业答应的2000两银子，不由咬牙上前。大人，放刘家一马，今年的赋税刘家一定全额捐足，并且刘家还愿意给县衙捐3000两银子。马主簿，你是要本官徇私枉法吗？不干，不干！马前脸色大变，抱拳退去，给刘志高一个爱莫能助眼神。完了，刘志高满脸绝望闭目。再次要宣判之时，又一个中年人走向县令，他身材高大，腰悬长刀，一身皮甲，眼神锐利，正是富县县尉孙百川。县尉一县武官，负责县里治安，统领兵防捕头、巡检、乡兵，其掌攻守，是一县最强武力，缉捕盗贼、剿灭山匪，都是县尉职责。县令大人，此案有问题。刘志高长出口气，眼神中带着最后一抹希望。这是儿子能请的最后一个救兵，若是孙县尉救不了他，那他真的没有好下场了。什么问题？人证物证俱全，还来胡搅蛮缠，真以为不知道你收了礼？身为县尉，抓贼剿匪不行，为坏人开脱倒是有一套。县令大人，黑心虎、黄病虎都是习武之人，麾下数百个悍匪，一帮村民想杀他们，简直痴人说梦。一帮村民竟然能剿灭3虎寨，这让他脸面往哪放？必须将案子推翻，既能得刘家好处，也能保住颜面。县令大人，孙县尉说的对，这里面有大问题，不查清楚此案，不能令人信服。王汉山已经说了，他们使用计谋逼黄病虎下马不行，又挖陷阱阻拦，然后用长弓射杀，这也合情合理。不合情理，县令大人，一人能连续开弓次数有限，他一个村民凭什么连续开弓20多次，4次都能射杀悍匪？还有夜袭黑虎山，夜幕下一点月光，他不可能连续射中，所以死的那些人有问题，是不是悍匪还不一定。而大王村这些人也未必是英雄，甚至有可能是悍匪，请大人将此案押后严查。请大人严查，否则不足以服众。而且案情有一点，刘家也会上诉，都是搞到郡城，可就不好了。大王村一群人听到怒了，这个县尉真会颠倒黑白。
大人，这些贼人的确是我一人用弓连续射杀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可举弓过来一试，我能连续开弓50次，夜里但凡有一点光，也能百发百中，绝不失手。于是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，500斤张力的弓，王汉山一口气射出50箭，箭箭都是实环。随即王汉山蒙住眼睛，夜间也好测试，我忙住了双眼，县令大人可随意抛个签子。赵维民将信将疑，扔出了一根白签。王汉山耳朵一动，迅速转身拉弓射箭，如行云流水。弓箭射中白签，定在9环箭靶上，大堂一片死寂，众人惊呆了，只有黑心虎暗自摇头。大哥剑术退步了，当年抛物飞射，他可是次次10环，从没射过9环。孙百川面色大变，拔出了腰刀，大喝道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大业没多少人有这种剑术，不过荒人派往大业的探子倒有这种剑术。马主播想拍腿叫好，孙县尉这话将王汉山打成荒人探子，这罪名可不容易洗去。以前扯荒人的事，那案子就不简单了，刘志高也难判了，孙县尉真是高。王汉山，你怎么练的这一身剑法？只要合情合理，不用担心任何人污蔑。回禀县令大人，此剑法乃小民入黑甲军时，穆帅亲自传授要诀。赵卫民蹭得起身，神情激动。黑甲军，穆帅亲授剑法，你是？穆帅第一亲卫。马主播孙县尉大惊。当年穆帅组建黑甲军，兵锋所指，四夷俯首，其亲卫精锐中的精锐，每人都能以一敌十，披上黑甲可斩100人。亲卫名次以斩首排名，前100名都战功赫赫。第一亲卫传闻追随穆帅南征北战，斩首无数。若非当年生变，这些亲卫都可是镇守一方的将军。即便有那场事故，庙堂也有大佬出面保这些亲卫，想让他们再入沙场，为大业挡住荒人。可那些亲卫全都卸甲归田，再无一人为国效力。马主播孙县尉，你们还要核实他的身份吗？要不咱们联名发文去兵部查询一番。不了，这案子铁证如山，大人宣判吧。是下官想太多了，请大人自行档案。两大救星走后，刘志高面如死灰，瘫在地上，满脸绝望。这一刻，他无比悔恨，为什么要听儿子的去杀那个王渊？若不是贪念作祟，想攀附李家，刘家何至于如此？赵维民开始宣判。县城刘志高勾结山贼，为其物资，危害一县之地，罪大恶极，又买凶杀人，十恶不赦，抄没家产，枭首示众，明年秋后斩首。贼首黑心虎盘踞黑虎山，抢劫商旅，劫掠女子，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判枭首示众，明年秋后执行。退堂。三虎寨被灭，刘家被抄家，县官赵维民对王渊万分感谢。我想请先生出山入朝为左相幕僚，共辅大业社稷。入朝？不去，国家大事我是一点都不懂，哪能为左相做幕僚？先生你高看我了。别说他不懂政治，便是精于此道，也不会入朝做磕头虫。更何况现在的大业已经延续了238年，即将走到尽头。赵维民扑通一声，竟直接跪在地上，双目热泪盈眶。为了天下亿万的黎民苍生，请先生指点一二。中国的历史中有一个极为诡异的现象，在夏商周之后，再也没有能超过300年的朝代，而现在的大业已经有238年了。如今四面强敌，朝中大臣又互相争权夺利，皇帝只顾得沉迷后宫，这天下的百姓10户有9家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近几年收成好，百姓尚可勉强活着，但一遇灾年难以想象。赵维民虽仗义直言上书劝谏，却一再遭遇贬黜，沦为7品县令。我且问你，大前有多少年？大前17世，一共296年。大禹王朝呢？大禹传了12世，一共234年。那大长呢？赵维民心头诧异，琢磨其中深意，品到一点味道，赵维民面色煞白。传了15世，一共270年。王渊继续问：那大魏呢？赵维民额头冒出冷汗。传了13世，一共245年。那大晋呢？赵维民身子一晃，跪倒在地上，牙齿都开始打颤。传了11世，一共220年。大前、大禹、大成、大魏、大晋，随后大业。以前他担心王朝将倾，不过仍认为有挽救之力。但王渊此刻将数字一列，直白地告诉他一个事实：大业离那天不远了。先生不愧是先生，竟能从史书中参悟出此等天机。你是聪明人，也是个好人，但王朝300年定律，非人力所能更改，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。王渊悠悠一叹，这些在古代是天机，但在信息大爆炸后世，随便拉个刷历史视频的朋友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赵维民喃喃，神情变得绝望，突然又面带希望。
先生既然发现这个规律，肯定想过应对之策，请先生救救天下苍生。哪一次王朝更替，都是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，护树失去有期呀。我是人，不是神仙，你知道大业风雨飘摇的根本吗？大业发展200多年，土地兼并严重，都集中在勋贵、门阀、世家、郡王、豪强、士绅、地主手中。这些人有享受免税特权，有人偷税漏税，交税的都是苦哈哈农民。国家收不上来钱，无钱养兵，肆意敌国又虎视眈眈。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知道，想为大业续命，只能让有钱人交税。不过具体措施还请先生赐教。摊丁入亩，士绅一体纳粮，只要做得到这些，大业可再续命100年。但有一点要告诉你，谁提出这个策略，都会被同僚、天下读书人恨死。摊丁入亩，士绅一体纳粮。赵维民双目大亮，朝着王渊背影跪下。砰砰砰3个响头。若能为大业再续命100年，死有何妨？学生替大业万民谢过先生了。大业帝都，有事上奏，无事退朝。左相杨凤国出列。陛下，臣有本上奏，成州九山郡副县县令赵为民提出一条拆除市房之墙，增加商贸流动，发展夜间经济国策，可提高税收，充盈国库。吏部、礼部、兵部尚书全都同意，请陛下批准。赵为民，听到这熟悉的名字，兴隆帝浓眉微蹙。不过想起增加税收，充盈国库，虽不喜这个臣子，但也知道大业财政早已国库空虚。此策若是能行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又向派系官员站出来攻击。陛下，拆除市房之墙，这是颠覆组织。赵为民居心叵测，胆大包天，其罪当诛灭。市房之墙一拆，城东若有牛寇，必然会起大祸。若是战时，地方探子提前潜入城中，里外夹攻，能轻而易举破城。出此策之人，必然包藏祸心，应当抓入京都定罪。左相一派官员站出来支持。流寇暗探不足为虑，这些赵为民已经想到了对策。拆市房之墙，增加商贸交易，可提高赋税；发展夜间经济，也可增加交易，朝廷赋税必会大增。陛下，此乃千古奇策，必须重赏献策之人，否则天下奇人异士，谁还会为朝廷献计献策？兴隆帝眯眼看着两派争斗，等到朝堂安静下来，袁尚书，你以为此策如何？回陛下，若是全国郡县拆市房之墙，国库收入至少可增加2成。不过拆墙后的问题也不可不慎重。这是两边都不得罪，又表达了自己态度，增加2成国库。兴隆帝双眼一亮，听出了心腹意思，此刻可以推行。不过仍转头又道：右相，你怎么看？鲍清史站了出来。陛下，成州地处边陲，荒人近来蠢蠢欲动，大有4回5年前盟约之势。这个时候拆墙，只怕天下人心浮动。荒人若趁势攻击入侵成州，只怕成州危矣。大业恐怕要再失1周，此策万万不可实行，望陛下深思熟虑。兴隆帝蹙起眉头，荒人乃大业心腹大患，尹龙卫密报他们近来的确有出兵之事。一见陛下犹豫，心知此事要作罢，杨凤国连忙出列。荒人入侵，备战便是，岂可因噎废食？陛下，国库空虚，需尽早补充，否则朝廷无钱，荒人再来入侵，朝廷如何应对？请陛下立刻下旨推行此策，以便尽快充盈国库。此策内阁在议，做出决策后再来告诉朕，退朝，去除秀宫。男人带着表妹，仅用1天时间就将人类进化史快进了200年。就在刚刚，俩人造出一个奇怪的锅，抱起石磨粘土干锅。男人敲击听声，心头十分欢喜，本以为能和表妹造出一个就不错了，结果竟然弄出了3个成品。赵清河双手叉腰，俏脸气得红扑扑，撅着小嘴嘟囔：待会要是烧不出铁水，别看你是表哥，我也要跟你算账。哼！要是烧出了呢？你敢打赌吗？烧出了，你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帮你干什么。赵清河一扬小脑袋，挎起菜篮子出去了，大辫子一甩一甩的。舅舅看着赵清河一阵摇头，这丫头脾气这么倔，将来也不知道能嫁给谁。舅舅，咱们开始吧，先烧一炉铁水。渊儿，这玩意真能把铁融化为铁水？舅舅将信将疑，他做铁匠多年，了解官府的高炉，也无法烧出铁水，最多将生铁半融化。王渊轻笑点头，在没有科技的古代社会，炼钢都是个高技术，受限温度，不能直接融化铁水。古代炼钢分为4个阶段：快炼法、百炼钢法、炒钢法、灌钢法。通过舅舅了解，大业炼钢技术还处于炒钢阶段，而他要越过灌钢法，用石磨粘土干锅直接将铁融化，得出高质量的高碳钢。这里最大技术难点
在于石墨粘土干锅制作，如今最难一关过去了，其余告诉舅舅怎么操作就行了。光这些便忙活一下午，直到夜里烧铁水才开始。舅舅、大虎、郭仓三兄弟围着干锅炉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30多两做一个的干锅，真怕这样用煤炭给烧坏了。而王渊却在后院摆起了枪桩架势，赵清河坐着一个小板凳，双手托着香腮放在膝盖上，怔怔地看着王渊，大眼睛扑闪，俏脸红扑扑。这个表哥现在越变越不一样了，竟然有些好看了。以前他可小心眼了，人也十分傲气，喜欢看不起人，现在这些毛病全没了，脑袋里还经常有稀奇古怪的主意。嘿嘿嘿。特别是前些天，他让捕鱼队送来了香皂，洗完澡后身上又白又香。上街一打听，这种香皂一块卖3贯钱，都是有钱人家的太太、小姐们才能够用得起的。表妹当时心疼死了，想怪他败家，但心里却又美滋滋的。待会儿要是干锅化不了铁水，看在香皂的份上，也不怪他了。嘿嘿，铁水都化了。突然二虎叫了一声，郭仓三兄弟伸着脖子一瞅惊了，真的化了耶！化了，生铁全化成铁水了，真的化了！舅舅用铁棍一脚，兴奋大叫，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。发呆的赵清河猛地站起，冲到了炉子旁，看着干锅里的铁水，通红的炉火照出他脸上的震惊。这是一炉好钢，若打造出宝刀名剑，一把就能卖上1000两。渊儿，真的烧出铁水了，真的烧出来了！舅舅兴奋冲到王渊身边，一点也没了长辈的风范。王渊轻笑点头，古代这个生产力实在太低下了，一干锅钢便让人发狂，若在地球上，这点钢又算什么？谁家没有不锈钢，哪里至于高兴成这样？接下来程序简单了，铁水快速倒入模具，形成高碳钢块，等到明天醒来，再用这些高碳钢包裹熟铁，用包钢法打造刀剑，到时刀剑既锋利，脊背又有韧性，劈砍时也不会断。不过他虽知道包钢法原理，却没有真正锻造过刀剑，这些还要专业人士舅舅摸索。炉子化出了铁水，打赌我输了，你说让我干什么吧？一句玩笑话，你还当真了？王渊轻笑摇头，不过一想又开口。明天舅舅要打造刀剑，你到时给弄一些猪尿、羊尿、牛尿、马尿来。什么？你让我弄那些脏东西？你，好，我输了，我去弄。赵清河俏脸色变，气呼呼转身。床自己铺，洗脚水自己烧，脏衣服自己洗。哼！不知这母子生哪门子气，王渊又不放心，催促了一句：“真的要弄啊？那些东西很重要，明天一定要弄来。”我弄，我输了，你要什么，我都给你弄来。赵清河跑到房间里，双手抓着被子磨牙。混蛋，刚以为你变好了，打赌输了就这样捉弄我。我真没捉弄你，我要触着尿液是为让刀剑变得更锋利的。别以为你读书多就可以骗我，谁打造神兵利刃用触生尿液的？当然不止尿液了，还要用油脂，这叫双叶淬火法。以后出去别乱说，这是万金难买的秘法。赵清河小嘴一撅，哼，骗鬼！王渊不解释，又苦笑道：“舅舅让我来跟你说一件事。”有事快说，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。那个……王渊摸着后脑勺，一脸不好意思道：“我刚才想让二虎、郭仓他们去外边住，却被舅舅拦住了，说花那冤枉钱干嘛？哎，省一点是一点。但不让他们出去住，我们家怎么住得下？一下子多了5个人。所以那个舅舅让我来你房里睡，当然我是拒绝的，但舅舅非要我来，哎，我也不想的。小时候表兄妹2人经常睡一个屋，甚至睡一张床。不过如今都大了，该有男女避讳了。但舅舅还把他们当小孩子，不过也能理解，打铁的糙汉子哪里会考虑这么多？赵清河俏脸绯红。那你睡地上。舅舅说我身体弱，让我睡床上，让你打地铺。阿爹这也太偏心了，我不给他当女儿了。哼！赵清河气呼呼打地铺，地铺一打好，王渊却躺了上去，双手垫在脑后。赵清河气呼呼拉：“你干什么？快起来，这是我睡的地方。”太累了，不想往床上爬了，我今晚就睡这里了。那你也要起来，先洗完脚再睡，不然把我被子弄脏了。王渊打了个哈欠，那帮我打洗脚水去。不打。赵清河转过身去，坏表哥捉弄他，让他弄那些脏东西，坚决不帮他打洗脚水。真不打？说不打就不打，阿爹来了也不打。哎呀，买了只金头钗，不知道送给谁。嘿嘿，宝哥，洗脚水你要温的还是要烫的？
烫一点，加点盐。洗完脚，吹灭油灯，两人上了床铺、地铺，开始睡觉。黑夜中，赵清河大眼睛扑闪。表哥，表嫂漂亮吗？不漂亮。哎，不都说表嫂是富县第一美人吗？怎么不漂亮了？漂亮不足以形容她。那表嫂有多好看？也就比你好看个10倍8倍吧。讨厌。那改天我要去你家看看表嫂到底有多好看。臭表哥，坏表哥，跟我说2句话就能睡着。哼！翌日，铁匠铺里敲击断打声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。舅舅用铁钳夹起半成品糖刀，先以油脂淬火，又以畜生尿液淬火，等到冷却打磨好，一把精美糖刀制好。我打造刀枪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打出这么精美的长刀。1斤盐可以换10个老婆，这明明是普通的食用盐，在这里却是稀有宝贝。大业朝代没有盐钞，如果贩卖私盐，官府抓住了要坐牢，甚至杀头。而富县盐业一直被刘家把持。刘家倒台后，金盐充公，县衙里决定将盐钞拍卖掉。此时，郭仓10多个商贾到场，包括周家周长富、胡家胡梦莹、赵维民开门见山。刘家勾结山贼抄家，抄到明年盐钞60万斤，现在5文1斤开始竞拍，价高者得之。开始，王家出22问。富县乡镇没有王姓大族，周长富蹙眉。哪里的王家？郭仓扬手挺胸。北平乡大王村。全场目光一凛，这些天北平乡大王之名在县城传得沸沸扬扬，那可是一群刁民，连三虎寨那帮悍匪都灭了。不过周长富满脸不屑。哼，周家出24文。即便赔6文，周家也赔得起，只要拿到盐钞，占下这门生意，早晚都会赚回来。25文。少爷说过，只要不超过30文，盐钞就可以拿下来。25文，你叫的倒是轻巧，你拿得出那么多钱吗？据我所知，这箱子里的黄金只有700两，就你这点钱，连1万也不够，凭什么竞拍？县令、主簿大人，他这是胡乱叫价，请治他的罪。大王村的人和县令一直打压马主簿，所以他对大王村恨之入骨。大胆狂徒，胆敢扰乱衙门竞拍，若拿不出15000两银子，直接将你这些黄金没收，再将你人打入大牢，按大业律法处置。马主播严重了。赵维民眸子一沉，看向郭仓道：你拿得住15000两银子吗？若是拿不出来，便带着黄金离开，本官恕你无罪。毕竟60万斤盐钞要15000两银子。拿得出，我家少爷的钱大部分在九山郡，我们要去一趟才能将钱给带回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说我的钱在帝都，去一趟要3个月，是不是来年大家就不吃盐了？不要3个月，最多1个月，我们就将钱带回来。少爷说让我与衙门立字据，逾期黄金任衙门处置。赵维民双目一亮，开口：本官答应了，竞拍继续。县令大人，这样不妥，若是他们到时拿不回钱，这样耽误1个月，还要寻人竞拍盐钞，那是冬天运盐不便，肯定耽误明年吃盐，这是民生大事。哼，盐钞之事就此定下，一切后果本官承担。马主播脸色阴沉，不敢再说话。既然大人这样说了，那这盐钞周家让给王家了。周长富冷哼转身，胡梦莹10多个商贾也离开。王渊接过盐钞一看，上面除了字迹，盖满印章，拿到10万斤金盐，这是发财的节奏啊！看到这里的宝子们，不管你现在有多困难，大数据是不会乱推的。刷到本视频，说明你要上岸了。评论区输入上岸，你在这个春天必定扭转乾坤，事业会红红火火，好运滚滚而来。舅舅瞪大了眼睛，我们全县1年吃盐，难道就靠这几张东西？阿爹，表哥成盐商了，以后富县的盐全归表哥卖了，表哥要发财了。嘿嘿。突然传来一声冷哼。哼，真以为有了盐钞就能够做盐商了吗？人要安守本分，知道自己斤两，不要妄想一口吃个胖子，否则容易撑喜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自己想吧，若是走投无路了，可拿盐钞来周家找我。这没来的有一番话让王渊蹙起眉头，感觉有问题。郭仓小声道：少爷，他是周家家主周长发的大哥，要不是我们，他就抢到了盐。看来他是认定我们做不成盐商，最后要去求他。咱拿到盐引了，就可以做盐商了，不用听他胡咧咧。一位美女走来，4个家丁守在两旁。他不是胡咧咧，而是真有这种可能。王公子一定不能大意。公子，这是胡家大小姐。知道。王渊上次香皂都卖给他了，怎可能不记得他的声音？胡小姐，盐钞里有什么问题，请指点。
按照朝廷律法，只要有盐钞，就能去上面的盐场盐井1年。但实际上盐钞超发，各地盐场、盐井带领的盐钞已经排到10几年后了。要想拿到盐，只能从控制盐场的大盐商手里购买，这关系都是固定的，一般人拿到盐钞也买不到盐。所以王公子想做盐商，还是要把路给走通，否则这一次会亏大钱。王公子不要灰心，商人重利益，不可能为一个没落刘家连生意也不做了。付现盐钞在你手中，你只需防一些曾与刘家交好的难缠小鬼，还是能够花钱拿到盐的。多谢胡小姐指点，小事一桩。对了，还有香皂，我已经卖到8个县了，1月内必能卖到全郡，到时按照约定，成州香皂代理归我。好说。王渊目送众人离去，突然一只小手在眼前晃来晃去。人都走了，眼睛还舍不得挪一下，被那狐狸精迷住了。你不懂，懒得理这小丫头，王渊转过头去，一连2次见到胡梦莹，她不仅懂管理，还有眼力，属于不可多得人才。若有这样一个人帮忙，她很多事就可以放下心来。渊儿，别怪清河，只是那胡家大小姐真碰不得，她连续克洗3个丈夫，县城里人都知道啊。有人说她是狐狸精，有人说她是白虎，反正谁碰她谁洗，你千万别胡思乱想，你家一脉单传啊。王渊哭笑不得，两手一摊，舅舅，我怎么可能有乱七八糟想法？再说，你砍我像那种人吗？赵清河撅起小嘴，像。另一边，下山虎离开富县，他来到隔壁狼县，上了大清岭，开展绿林商路联盟。此刻在大清岭口若悬河，大当家二当家，咱们做山贼的整天打打杀杀，危险不说，还被官府围剿，老百姓憎恨。我有一个法子，可以挣钱更多，又不被官府围剿，还让老百姓称赞，能过路商家主动交钱，不知你们是否感兴趣？一听还有这等好事，大小青蟒立刻来了精神。说来一听，那你们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想着王渊当日，下山虎有样学样，把问题一一撂出。官府为何围剿山贼？商贾为何不与山贼交易？百姓为何为官府通风报信？一车货收10文钱，还保护人货安全，商贾会不会多走？绿林商路联盟做大了，朝廷还会不会动他们？会不会招安？又详细阐述劫道与收过路费的区别，以及从长远考虑做强做大。招安，光宗耀祖。想起戏文里的山贼有匪变官，大小青蟒听得连连点头。一见两人比大哥二哥有悟性，下山虎抱拳激动道：两位哥哥，绿林商路联盟从我们开始，光宗耀祖，从收过路费开始，咱们开始干吧。两人这表情跟他当初反应一样，这事情稳了，绿林商路联盟第一站要开了。小青蟒热血沸腾，干，咱们干。大青蟒点了点头，又无奈摇头道：但下山虎兄弟，我们干不了啊。小青蟒也反应过来，有些沮丧地垮下了脸。官府围剿我们，兄弟们喜伤太多，兄弟们气不过，劫道杀人太多，甚至杀过官差举人，我们的名声太凶了，狼县商贾不会相信我们了。这是别人说不定能成，但我们指定不成。山贼虽然抢劫杀人，但也有一些规矩，入行后要遵守的。官员、举人、官差、大夫、娼女、僧道不杀，红白喜事不抢，大小青蟒、举人、官差都杀，这官府绝对不会放过的。大青蟒话锋一转，听说你们三虎寨是被一帮种地的弄没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大王村他们不是一般种地的，要是真遇到他们，你可千万别冲动。既然两位哥哥干不了收费站这生意，我去找下一个山头，咱们山水有相逢，告辞。以前我过得浑浑噩噩，不知此生是为了什么。从在大王庄遇到先生，我知道了，我的使命就是打造绿林商路联盟，还大业一个太平。目送下山虎下山，大青蟒眯眼，看来这大王村的先生不一般啊，剿灭了黑心虎、黄鬓虎，又折服了下山虎。小青蟒不屑一顾，大哥读书人就是心眼多，咱们粗人容易被忽悠，真要是被我遇上了，绝不给他说话机会，直接上去一毛囊洗。大虎挥鞭赶着马车，二虎、郭良、郭强、王四海、王二狗5个捕鱼队少年骑马扬手。这次他们要出趟远门，从大王村到九山郡要240里，一行赶路。众人来到大青岭，这是大青岭，盘踞着一伙山贼，人数不似于三虎寨，要小心。两边山林中20多个山贼冒头，双目放光看着一群人。小青蟒举着一柄长矛，率先奔向马车队。大青岭，大小青蟒在此，想活命的赶紧投降，留下你们的财物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每遇到一次土匪，他就拿出用炮弹壳制作的钢刀，正所谓刀在人在，而男人手中的这把钢刀更是削铁如泥，就是普通人拿上这把刀，也能一路砍到南天门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殊不知这把刀最大的克星竟然是一头大蒜。接上集，
王渊被土匪包围后，众人立刻做出来战斗准备。只见每个人从后腰拔出了一把重达1800克，约等于0.9千克的高碳钢刀。随即双方人马展开激烈拼嘎。就在此时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：钢刀挥舞落下，山贼手中的长刀就瞬间被斩断，紧接着划破土匪胸膛，鲜血脏腑涌出，7个山贼倒地毙命。王四海、王二狗7人也惊了，没有想到凶神恶煞山贼竟然如此好嘎。不过低头一看钢刀，全都恍然过来，原来是渊哥造的刀好。后面5个山贼吓得亡魂大冒，掉头往回跑了过去。他们有削铁如泥的宝刀，快撤！啊，嘎！一帮小毛贼敢打劫我们大王庄的人，不想活了！四海热血上头，拎着钢刀追了上去，一刀又砍翻一山贼。山贼逃得越快，大伙追的胆气就越盛。我大王庄扳倒李仗，打过鱼霸，弄过捕快，灭过山寨，拿下了豪强。县太爷去了，都客客气气，一帮山贼哪来的勇气劫我们？不远处，二虎一刀斩下小青蟒持矛一扫，矛直接被劈断。这人刹那，又一道刀光斩下，这位大青岭二当家当场被砍洗，连第2招都不出。二当家洗了，敌人厉害，逃啊！其余山贼四散惊逃，28个山贼不过片刻功夫全部被解决了。除了王二狗摔倒手个破了点皮，没有一人受伤。一群人看着山贼失手，热血退去，胆气消散，忐忑不安。大业律法嘎人偿命，但嘎山贼例外，只要他们愿意，把山贼尸首送到县衙，还能得领赏。王渊开口道：快将山贼的兵刃全收起来，免得被他们看见断刀断矛，知道咱们有削铁如泥的宝刀，还有被连弩射嘎的，也要补刀伪装。一行人连忙收起山贼兵刃，给被弩射洗的山贼补刀。我们抓紧走，不然土匪的支援来了，我们的体力会吃不消。敌众我寡，采取36计谋，先跑为快。看到这里的宝子们，无论你什么身份，当你刷到赵公明的那一刻，你全部困难都会过去，速速留下一句大吉大利，你未来10年都会顺风顺水。200米外山腰上有个山贼趴在树上，一手紧紧捂住嘴巴。他是远处负责盯梢的，防止劫道发生意外，好给山上报信。大当家不好了，二当家被嘎了，兄弟们也都被嘎了。什么？5、60个山贼冲下山来，难以置信看着全场。二弟，你放心，大哥一定替你报仇。合上小青蟒双眼，大青蟒面沉如水。对方到底什么来头？听着好像是什么大王庄的。想起下山虎所说，大青蟒心头一凛，不过仍是不服。大王庄看到他们怎么嘎的兄弟们没有？好像是用刀，不过距离太远了，我没有看清。哼，管你什么大王村，嘎了大青岭的兄弟，老子一定要替他们报仇，都给老子盯好了。他们是富县的人，过不久肯定还要回去，再碰到他们，老子会亲自带队替兄弟们报仇。听先生说，收过路费时感觉很容易的事情，但干起来真难呢。不过坚持下去，总会有希望的，这不差一点就成了。去下个地方看看，实在不行，自己再拉山头。下山虎直奔越县，来到越县最险要的一线天，环顾崇山峻岭，下山虎抱拳高喝：副县三虎寨下山虎路过贵宝地，还望一线天的兄弟们接引，小弟有事求见五丈侯哥哥。听外边传，你们被一伙重地的剿灭了，肯定不是真的吧？黑心虎武艺那么高强，大当家都说不是他对手，那火庄稼汉难不成还会有高手？伤疤重新被揭开，下山虎脸色一僵，转移话题：五丈侯哥哥近来可好？大当家不在山上，不过二当家在山上。二当家说了，若有三虎寨落难兄弟来投靠，一线天全部收留。走，带你去见二当家。二当家仗义。下山虎感激涕零，到了一线天山寨，中间一座大厅，挂着一个牌面，上面写着3个大字，不过他一个字也不认识。偷天乐什么意思？随后带入大厅，下山虎惊呆了。椅子上一个少女如爷们一样坐在上面，右手拎着一把短刀，双眼凶巴巴望着他。少女五官精致，一身紫色半透衣衫，曲线起伏惹眼，一头黑发变成一根根小辫子，扎成一个马尾，整个人坐在头把椅上，美中带凶，凶中带飒，又美又凶又飒。山贼倒了发呆，下山虎一肘，小声提醒：这是我们一线天的二当家红叶，外界花名一丈红，也是我们大当家的妹妹。不过她能坐上二当家，不是因为大当家，而是因为3、4、5、6当家全都被她打服了。大当家经常下山，山上都是二当家做主。哦，下山虎一脸怀疑，这么一个身材纤细妹子，竟能打过一群彪形壮汉。黑虎山三虎寨下山虎见过红叶二当家。你能在黑心虎哥哥手下带人，功夫肯定不一般了，我来试试你。一拍椅子，一丈红弹了起来，如利剑冲向下山虎，本拳砸向他咽喉，提膝撞向他小腹，动作又快又猛。山虎变脸蹭后退，隐隐拳脚密集如风雨，他连连格挡后退，挡了10多招，小腹突然一疼，人不由自主倒下，身子蜷缩成虾米形。下山虎瞠目结舌，他竟然被一个妹子给打倒了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
身手还可以，能接下我10招，以后你是一线天的10当家了。现在说说吧，黑心虎哥哥是被谁害的？5年前，黑心虎哥哥路过一线天，与哥哥不打不相识。当时他还是个小女孩，知道黑心虎哥哥是黑甲军。当时哥哥诚邀他做一线天2当家，不过黑心虎拒绝了，去了富县另立山头，成立3虎寨，结果落得这个下场。对于黑甲军，他是佩服的，一定要为黑心虎哥哥报仇。是一个高人，2当家的，咱们还是不要惹他了。他那人浑身都是心眼，谁惹他谁喜啊！红叶俏脸欲扬，扛起长刀不屑道：心眼多，肯定是读书人了。对付读书人，不要跟他多说，直接上去一刀囊洗。他再多心眼也使不出来。黑心虎无奈干笑，先生那么谨慎的人，想囊洗他谈何容易？突然，有山贼冲入大厅。2当家的，我们劫到了一个女人。没钱交过路费吗？过路费？夏山虎两眼一瞪，一线天什么时候开始收过路费了？难道先生的绿林联盟计划早已传到了这里？交了。那还劫人家干什么？忘了我定下的规矩了吗？那女人非常漂亮。红叶双眼一亮。有县里头排姚姐漂亮没？我们问过了，她是富县胡家大小姐胡梦莹。土匪打劫有个奇怪的规矩，是黄花大闺女的放走，家里有老公的也不要，偏偏抢有克夫命的寡妇。而眼前这个女人结婚3次，老公全都暴病亡。传闻说女人是个白虎，专门克夫的狐狸精，城里的男人都躲着她走。可山上土匪不仅不嫌弃，反而让女人留下来当压寨夫人。原来他哥哥娶的3